色还早，温卓清就手把手地教导他修炼的方法。两人都是悟性极高的天才，梁正远实验几次呢，就可以聚集出很小的内力漩涡了。真的能行，阿青，谢谢你。不谢，你厉害了，也能保护好孩子们，我也好去做我自己的事儿。梁正远的心就好像被凉水给泼了一下，他还是要走啊。以后自己多练习，熟能生巧。丹田啊，其实只是存储内力的一个容器，没有丹田，还有身体的穴位，脑子里的识海，人体很玄妙，需要你自己去研究。哎，时辰不早，咱们回去了。我打点猎物来，今天做好吃的庆祝一下。确实要庆祝的，一起吧。两人打了一头野猪，200多斤重，还抓了野鸡和野兔，采了蘑菇，还有一些野菜。温卓清还发现了不少的好东西，核桃树啊，花椒树啊，栗子树。再过上1个多月，山货大丰收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能采摘回家。突然，温卓清发现山那边有着浓郁的阴煞之气。梁正远，那边是什么地方？那边啊，应该是你娘家的村子，想回去看看吗？看什么呀？都断绝关系了，我回去自己找挨骂。对这样自私懒惰、极度重男轻女的人家，温卓清只会给他们送丧，不会有着一丝的留恋。冷眼白了梁正远一眼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错了？我这么心狠手辣的媳妇儿，你可以不要的。我就是问一句，真的没有别的意思。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他们不配为人父母，可是毕竟生了你，该有的赡养得负责。我会每个月给点粮食的，还了生你的恩情，不会被人说你的闲话。梁正远是真的为他好，这个世道不孝会被人看不起的。外人不会说父母对孩子有多么的不好，就只会挑剔子女的毛病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。回去吧。最近温家人并没有过来找，温竹清还以为他们放弃了，看来不是这样的。回到了村子，吃了一顿猪杂汤，温竹清回房间休息，不让人打扰。其实呢，他是去了温家村。梁正远跟在他身后，看着他出村，并没有追上去。程勇跟着他问道：老大，不追了吗？他这是干啥去了？偷偷摸摸的。你这张嘴不会说话就闭嘴，让阿青听到了更不能原谅你。他不想让我知道，肯定不是寻常事儿。告诉我能怎么样？我这个样子能帮上忙吗？非得让我亲口承认我无能，你才满意吗？这憨憨下属真的是愁死人了啊！大白天的能有鬼吗？不知道别问，回去吧。薛少东家来信了，要送货呢。香皂卖得不错，咱多挣钱。联系以前的兄弟们，以后不能这么被动了。好，这事我能干。老大，你昨儿受伤了，好了吗？阿青给的药，我现在很好，比以前更好。程勇高兴了，好像又看到了意气风发的老大。梁正远昨儿个吃的紫灵芝，效果比温竹清想的更好，竟然修复好了他的丹田。其实想想也是应该的，活死人瘦白骨的天才地宝，修复个丹田，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吗？且说温竹清直奔着娘家村子去了，刚绕过山，落在村口，就知觉不对，整个村子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的声音。温竹清是艺高人胆大，取出了桃木剑，就进入了村子里。家家户户都敞开着门，像个鬼村似的。按照记忆，来到了曾经的娘家，进入房间，就看到温家人都惨死在了屋子里，一个个的瞪大了眼睛，像是经历了极为恐怖的事情一样，竟然死了。温竹清神色凝重，谁干的？温竹清想要招魂问问，发现他们都没有魂魄，这就奇怪了。张老魔，你看看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我不看，我不懂，我不知道。张梦江消极怠工，想要让温竹清求他，温竹清也不能理解，而且呢，他也不惯着他，拿出了储物戒指就要丢出去。张梦江马上就妥协了。别，我说还不行吗？你这姑娘一点都不温柔，就不能哄哄我吗？我不要面子。尼玛，你几岁啊？我哄小五、小马还可以，哄你个糟老头子，脸呢？别逼着我考你啊！你真是开不起玩笑。他们的魂魄被人吸走了，估计是什么邪术，比你的道行更高。你还是回去吧，别以为你现在筑基就天下无敌了。我筑基也能把你一个元婴给弄死。咱能不提这个吗？啊，没有雷劫，我捏死你跟蚂蚁一样。
我现在捏死你跟捏死蚂蚁一样，不要说从前，你现在该哄着我，否则我立马把你戒指都扔粪坑里去。算你狠！张老魔都憋屈死了，丢粪坑他就玩了，那种污秽的地方，魔头也不乐意待呀。天下怪事儿千奇百怪的，我现在也只能看出来，他们的魂魄是被鬼祟吸走的。至于什么鬼魂，就不得而知了。总之很厉害，比我以前遇到的任何鬼都要厉害。张老魔呢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他也收取过无数的灵魂，这样的那还是头一回见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外边传来脚步声，温竹清赶紧躲起来。这时候来村子里的，难不成是幕后之人吗？林峰师兄，这里好阴森，好可怕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呢？秦然，咱们修道中人出门历练是增加阅历，降妖除魔锻炼自己的。你这跟小白兔一样待在宗门不行吗？为什么非得出来呀？好家伙，真是不解风情啊！温竹清看着都皱眉，这男的大概是难娶媳妇了。林峰师兄，你别凶我嘛，我知道错了。林峰，冉冉是第一次出门，你就不能护着一点吗？女孩子都胆小，你这么凶她，太没有君子风度了吧？你有风度，那他给你照顾，别来我这儿。气得秦冉面色发红。帮秦冉说话的呢，叫做季星风，是大赤宫的弟子。秦冉呢，则是天鹰派的弟子。林峰乃是九阳宫公主的亲传弟子，自然比他们都傲气一些。有人过来帮忙，温竹清当然乐意了。宗门的底蕴深厚，不是他这个野路子能比的。他们研究了半天，也没什么收获，好像一个村子的人突然之间都死了一样。什么仇什么恨呢？竟然灭村，神魂都没有了，太奇怪了。是不是那些魔门中人又出来了？没有一点线索，是不是饮水有毒呢？不应该啊，如果是投毒，就是人类的恩怨。可是神魂全没有了，就不是人类能做到的。他倾向于魔门，这是没证据。而且魔门最近百年都低调得很，也没出来作乱。难不成魔门是要卷土重来了？研究这么半天，天色也黑了下来。温竹清摸了一下胳膊，都有点想撤走了。这地方既然有人管，他就不冒险了。自己也没个靠山，人家宗门的宝贝多，比自己更能自保。温竹清走的是心安理得，只是吧，他想走已经迟了。一条街道明明也没多远，这怎么都走不出去。鬼打墙吗？温竹清闭着眼睛走，那也不管用。这下可麻烦了。林峰那边也遇到了意外，他们找个院子休息一下，烧火烤干粮吃一点。他们只是练气期，修为最高的季星风也不过是筑基初期，还没有温竹清来的厉害呢，还需要吃东西维持体力。好香啊，大家饿了。姐姐，你能给我点吃的吗？一个7、8岁的女孩子瘦得跟猪肝似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就站在了门口，伸手想要吃的。这孩子好可怜啊，进来吧，给你吃。谢谢姐姐，姐姐人真好。林峰一脸的警惕，好像小女孩是什么洪水猛兽似的，让秦冉更加的生气。林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村子有活人吗？或许是迷路了，附近村子的孩子吧。这个时候难不成是鬼吗？是人是鬼我还能分不清，这就是个活生生的人，你别疑神疑鬼的。来，姑娘，给你吃吧。谢谢姐姐。小姑娘倒挺乖巧，啃着饼子，不像是个鬼。鬼也不能吃东西啊。可是林峰还是不敢放松，说不定是个精怪呢。这地方也太邪性了。季星风与他想的是一样的，可是不管怎么试探，这小姑娘就是个人啊。小姑娘，你家是哪儿的呀？我就是这个村的呀。我爹是陈大狗，我娘是张氏，他们不喜欢女儿，想要生儿子，可是儿子生出来了，又不想养我了。我难道不该出生吗？这个村子的秦冉也是心里发毛。村子里他们都已经检查过了，没有活人，会喘气儿的都没有呢，怎么会有个小姑娘呢？姐姐，你说女孩子是不是都该死啊？不是的，阴阳均衡，没有女人谁生孩子啊？既然女人这么重要，那为什么都不想要女儿呢？还是说
女人除了生孩子就没用了。我娘也不喜欢女孩子，可她也是女人啊。这个问题有一些深奥，秦冉回答不出来了。小妹妹，你家里人呢？家里人我不知道啊，他们生了儿子，嫌我浪费粮食，我奶也骂我是死丫头片子，不该脱身到他们家，就把你怎么样了？我忘了。这一声嘿嘿差点把他们给送走。原本可怜的小丫头笑的是格外的瘆人。忘了呀。哦，没关系的。那你吃饱了吗？还要吃吗？不吃了。姐姐，你带我走好不好？这个不好吧？为什么？姐姐也不喜欢女孩子吗？姐姐也是女人，你也不想要我，也觉得我该死吗？随着女孩子的愤怒，整个人都变了，原本还充满人气，突然就化身厉鬼。既然姐姐不想带我走，那就陪我做游戏吧。不要！温竹清这边也是遇到了同样的事情，是个3岁多的女孩，茫然无措的眼神让人心疼。我回不了家了，阿爹阿娘，我想回家去。温竹清毛骨悚然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看着是个人，可是不该出现在这儿啊！做鬼和做妖相反，最怕年纪小的，越纯净的婴灵越是难搞。温丫头，想法子撤吧。我能撤哪儿去？鬼打墙还没玩明白呢。你是谁？你能带我回家吗？可以啊，只是我也出不去。你先送我出去好不好？你是连鬼都忽悠啊你！啊，出去啊？好吧，你跟我走。女孩还真就送温竹清出去了。走了一会儿呢，就看到了村口，鬼打墙自动消失了。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你出去怎么帮我啊？你先吃糖啊，我现在没本事帮你，等我打听到你家的路再来找你。啊，你也不知道吗？吃糖，糖好吃，我都没吃过糖呢。隔壁大丫姐姐说可甜了，她阿娘生弟弟喝红糖水，她偷偷的喝过刷碗水，甜死死的，可好喝了。温竹清心里一酸，真是个可怜的孩子。你吃吧，我家孩子也喜欢吃，舔舔嘴，日子就不苦了。好，只是他拿不到。温竹清取出了一道符纸，拍在了荷包上，就出现在了女孩子的手里。他真的就能吃到了，露出了开心的笑容。你出去吧，你记得来找我啊。好。温竹清心情沉重，虽然骗鬼不好，可是自个儿也不想死啊。就在温竹清要走的时候，林峰一行人慌张地跑过来。你不要过来啊！众人顾不上搭理他，冲着村口就跑出去。可是没想到，砰的一声，都给摔回来了。明明都看到村口了，却出不去，就好像撞在了无形的墙上。哼，怎么出不去啊？温竹清一脸的幽怨，这孩子骗他呢。你给我糖，你可以出去，他们不可以。他们是大丫姐姐的玩具，姐姐想要让他们留下来陪她玩。嘿嘿，我也想玩。多谢了。姐姐下次来还会给我带糖吗？除了糖，还有肉包子、煮鸡蛋、鸡汤、五花肉、白米饭、漂亮衣服，都给你带来。好啊，谢谢姐姐。温竹清摸摸他的脑袋，抬脚要走。求道友救命啊！我们是宗门弟子，救了我们会给你报酬的。我也想救你们的，非常想。但是吧，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死道友不死贫道。不是，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一个个清澈之中透着愚蠢的眼神，这个真熟悉。温竹清就好心的解释：你们死，我才能活。换成你们，会选择谁去死？你见死不救，不配做正道中人。我没说我是正道，我散修，爱修什么道，没人能管我。别想着道德绑架我，我没道德的。众人震惊，他怎么就理直气壮说出自个儿没道德呢？
你说的对，你走吧。不行的，他走了咱们怎么办啊？有招想去，没招死去，还能怎么办？我又不是你爹娘，管你死活。凌风觉得他这话说的怪难听的，但是呢，也有点道理。姑娘，能求你帮忙给宗门传递一个消息吗？我必有重谢。你要这么聊，咱可就能继续了。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嘛。来，都有什么宝贝？送个消息还是没问题的。上次薅吴玉秀一行人的羊毛，温竹清都薅上瘾了。这些宗门弟子那都是宝贝疙瘩呀。你这么贪财，怎么修行的？姐修行的是贪财的，越有钱道行越高。姐就是贪财，但是我出力赚钱，有错吗？这个是我入门的时候师门送的剑，不是什么宝剑，在世俗也是很不错的。我师门的东西送你也不能用，这个如何？也行，将来给儿子用。宗门随便拿出来一样，那都是宝贝。季清风送了2个石头，光滑明亮，都盘出包浆了。啊，这玩意儿你好意思拿出来？你拿一下试试。温卓清接住，差点砸地上，把自己的手指头都要砸烂了。幸好他筑基了，力气极大，没丢了脸。好重啊！这是天外陨石，炼体用的，能把这2石头盘好了，筑基期下无敌了。好，我收下了。剩下秦染，他还不想拿呢，被他师姐给推开，送给温竹清一柄玉箫，一看就是好东西。你们宗门的传讯符给我。众人大喜，纷纷给了传讯符。他们刚才试过了，传讯符竟然没用。我相信你们会有自保之力的，保重。温竹清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这次顺利的出了村子，夏夜的热风扑面而来，让他有着一种重新活过来的感觉。传讯符打出去，温竹清就不管了，宗门会派人去救他们的。孩子们都睡着了，梁正远竟然还没睡，在后院练武呢。他丹田恢复了，迫切的想要变强。温竹清翻墙头进来。阿青，你怎么从外面进来了？别提了，遇到了一件麻烦事儿。需要我帮你吗？暂时不需要。唉，不困了，先睡觉了。梁正远送他回房间，门关上，上床打坐。只是打坐了许久，灵力运转正常，就是觉得冷，就好像在冰窖里一样。老莫，出来，什么情况啊？用到我你就喊我，用不到我就把我丢到粪坑。你这个女人真是太势利了。这年头谁不势利啊？我没有丢了你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你要是这点用都没有，我留着你干嘛？张梦江也懂，换成那些个宗门中人，早就把自个儿给灭了。那个村子已经不是一般的村子了，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变成了一个独特的领域。领域？对，领域原本应该是渡劫真君才能有的神通，天下能有领域的人一巴掌都数得过来，竟然在一个村子里出现，这就很奇怪了。不科学啊！什么是科学？科学就是解释一切事情的缘由，没法解释的就不科学。哎呀，跟你说你也不懂。既然是领域，是不是应该有主人呢？确实，可是我没有发现渡劫期的真君，不知道谁是主人，也不知道这个领域是什么用途。每个人的领域是不一样的，有可能是个空间，什么都没有，也有可能都是刀子，漫天箭雨。总之就看真君的喜好。哇，我一个小小的散修，怎么遇到这么多奇怪的事情？温竹清只盼着宗门可以解决，他穿越就是一个错误吧，老天爷就故意的折磨他，遇到的都是超出他能力范围的事情，这也太难了。现在怎么办？我都想生火了。简单，去找你男人取暖啊，他火力旺盛，又是童子身，只需要待在他身边2个时辰，你身上的阴气就能化解了。他都成太监了，哪儿来的童子身啊？哎，不对，他童子身，这不科学。别扯什么科学了，你赶紧去啊！别喊我，我要睡觉。魔头需要睡觉吗？那你是想让我看你们2个搂搂抱抱？这个并不需要。温卓清一脸的窘迫，竟然有需要梁正远的一天。偷偷摸摸的来到了梁正远的房间，
就跟个采花贼似的。梁正元已经睡下了，温竹清嘿嘿地笑着，倒在他里面，抱着胳膊蹭一蹭，居然就这么睡着了，还把腿翘在人家的肚子上。梁正远突然就睁开眼睛，一脸无奈地看着他。这是你自己送上门的啊？他的丹田已经修复好了，又有了温竹清的修炼功法，已经恢复了以前的身手。温竹清进门的时候他就知道了，只是阿青遇到了什么呀？身体这么凉。梁正元有一些心疼，把他抱得更紧了一些。温竹清就觉得呀，这一觉睡得可舒服了，抱着暖乎乎的抱枕，就好像泡温泉一样，都舍不得醒过来。好久没睡得这么舒服了。生物钟让他准时的醒过来，悄悄的起来。温竹清蹑手蹑脚的回到自个儿的房间，好在也没有人见到。其实啊，他不知道，蔡大娘看到了，小山也看到了，两人都下意识的躲起来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蔡大娘是心情复杂，他们同房了嘛。小山是挺高兴的，夫妻就应该睡在一个房间嘛，这是恩爱。阿爹阿娘感情好，他可高兴了。别说出去啊！为什么？让你别说你就闭嘴。小学村里那些长舌妇嚼舌头说人坏话吗？那是不好的。男人呢就得磊落，不许背地里说人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不说就不说呗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他知道就好。梁正元起来就好像没事人一样，端着一张高冷淡漠的脸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只是他那飘忽的眼神不大敢看温竹清，多了一些烟火气。走啊，爹！大家早。门房过来禀告，有个自称是殷芷哥的来拜访。殷芷哥，他怎么来了？温竹清顾不上吃饭，跑出去见人，果然是殷芷哥。殷前辈，来就来吧，快进来吧。总得通传一声，这是礼数。前辈太客气了，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。里面请。殷芷哥点点头，进了门，茶水也没喝，就说道：我是为了宗门出来历练的弟子而来的，传讯符有你的气息，能跟我说说什么情况吗？可以啊，我也差点没出来，那地方真的很邪门。我觉得殷前辈还是多摇一些人来吧，只靠你怕是不行。什么地方这么厉害？渡劫期的领域。你说什么？这不可能啊！我跟你说的是实话，你不信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如果真的是领域，你怎么出来的？我忽悠出来的，用一包糖换的。殷芷哥觉得是匪夷所思，却也知道温竹清说的是实话。听完了他讲了昨天晚上的事情，殷芷哥眉头紧锁，这事儿可棘手了。我去看看那个村子。请便。殷芷哥直接消失，梁正远都麻木了，只是担心温竹清。那么危险的地方，你下次别去了，有那么多世外宗门在维护，不需要你冒险。我也没想到会如此凶险。我们修道中人既然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能力，遇到事情就得管，这是责任。是我狭隘了，以后不会这么说。阿青心怀天下，是最了不起的。哎，别夸我，没有糖给你吃的。我管了闲事也有功德，功德能续命的，对我也有好处，这是双赢。温竹清看了看自己的手掌，寿命线又变长了，是消灭极阴之地给的功德，看着有5年的寿命呢，还挺好。可惜渡劫真君的领域他是破解不了了，否则又是天大的功德，能活上几十年呢。那个村子除了穷了一点，也没什么特殊的，怎么会全村人都死了呢？谁知道呢？或许是作孽太多吧。陈婶子看到殷芷哥，看他家打开门了，就来串门打听消息。那人是谁呀？婶子活这么大岁数，就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看的男人呢，像是画里的人。人家是真正的高人，可不敢亵渎的，飞来飞去的。我在人家面前啊，就是小虾米。哎呦，这么厉害的呀！啊，阿弥陀佛，仙人恕罪，恕罪。人家是道门的，不是佛门，不懂别说了。道门该说什么呀？无量天尊。好的，婶子记下了，回头啊就拜拜无量天尊。温竹清是彻底的服了，道家拜的是三清道祖，无量天尊就是个称号。你怎么不拜三清道祖呢？你修的啥呀？陈婶子，你今儿是故意来给我找不自在的吧？他也想拜啊，可是不知道自家祖师爷能不能收到，毕竟都已经穿越了。哪儿有啊，
那你忙着，我先回去了。温家村的事儿还没传过来，他们都不知道一山之隔出现了这么大的事儿。无知也是一种幸福吧。且说鹰纸鸽落在了村子的门口，大白天的白雾弥漫，阴气森森，活人壁上。这么浓重的怨气是如何形成的呢？鹰纸鸽迈步进入了村子，温竹清也没什么事儿，陪着温桑桑带孩子呢。那小丫头已经3个多月了，白胖可爱，肉嘟嘟的小脸，藕节似的小胳膊，让人是怎么疼都疼不够。温桑桑在绣自己的嫁衣，朱家正在走婚礼流程，婚期定在了腊月16，是个好日子。温姐姐，我要是出嫁了，这孩子怎么办呢？温竹清也是有一些发愁，他不差一个孩子的吃喝穿用，也没多少钱，只是呢，这养孩子不是养宠物，给点吃的，给点喝的就没事了，你还得教养他成人，得让他学本事，学做人，责任重大呀。等等看吧，他亲娘大概会被发卖到了教坊司，我把它买下来，有亲娘管，我也不发愁了。温姐姐最善良了，我也是舍不得一条小生命啊，遇到了就救下来。这胖丫头跟我也是有缘，没有她呀，这孩子都死2回了，生产的时候就死了。要是跟着乔姨娘坐牢，那种地方是孩子能待的吗？姑娘，衙门里的人来找。哼，来活了。严云海在客厅喝茶，梁正远陪着。温大使又来叨扰了，有事你说，无需客气。县令大人还好吗？还算好吧，我们是为了温家村的事来的，全村人都没有出来，我们在村口都没敢进去，您看这可怎么办啊？你们不进去是对的，千万别进，此时已经惊动了世外高人，且等等看吧，世外高人会处置的。只是很奇怪，这村子没什么特殊的，好好的变成这样，因为啥呢？温竹清想不通。我有个猜测，不知道准不准。你说。我在衙门10多年了，这些村子都走过，以前接到过报案，说村子里啊有虐杀女婴的事儿，为此都逼疯了好几个小媳妇了。只是这种事儿呢，衙门也没法管，毕竟是他们自己的行为，没有律法规定杀害自己的孩子要偿命的。别的村子也有这种情况，但是这个村子格外的严重。他们村啊，差役欲言又止，自个儿也是有一些毛骨悚然。你别怕，但说无妨。他们村后山山脚啊有个石塔，谁家不想要女儿的都给丢进去了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不知道有多少女孩死在里边。丧尽天良。温竹清是满脸的戾气，这一村子的人都该死。谁说不是呢？别人家就算是不想要女儿，有的呀丢在寺庙门口，有的丢路旁，有的送山里去，让孩子自生自灭。但没有他们这样的，这是明目张胆的杀人，还是杀自己的骨肉。这个村子里的人呀，已经烂透了。温竹清心中发凉，山脚下石塔，无数的女婴尸骨，怪不得这么浓重的怨气呢。也不知道鹰纸哥能不能化解。阿青，你别去冒险了。我知道的，有宗门插手，我这点道行啊，肯定不会去献丑了。宗门人多力量大，要是宗门都处理不来，那温竹清就更加不行了。宗门？哼，一群绣花枕头，你别把他们想得太好了。当初都没能奈何老夫，现在还想收了渡劫真君的领域，哼！除非那些半只脚踏进棺材的老家伙出面，他们敢吗？张老谋对宗门那是怨念满满，恨不得他们都折在这儿。温竹清都懒得搭理他，挺大年纪了，跟个碎嘴婆娘似的，打不过人家就可劲儿的埋汰，真是没品。不过这个村子这么棘手，温竹清也在发愁。算了，还是等等看吧。严捕头他们回县衙复命，他们也出不上力，只能是听天由命。一眨眼，1天的时间过去了。温竹清哄着孩子们睡下，自己翻身上了屋顶，望着温家村的方向，耐心的等待着。梁正远拎着一壶酒上来，喝点儿。你跟我喝酒啊？不怕我喝多了欺负你？梁正远脸有点红，还挺期待他的欺负呢。哎，忘了你不行了，怪可惜的。哼，外人传言你也信啊？要不我伺候你一场，你看行不行？不用啦，男人都嘴硬，你觉得是就是吧？我明白，以后谁问起来，
我就说你行。我还解释不清了。梁正远气得喝一口酒，他就不该来。温竹清也喝一口，不太好喝，浑得很，不够香。我让人做了些酒曲子，别人自己酿点5两酒来，那才是酒呢。这就是马酿，真是难喝。温竹清都不想喝了，梁正远也喝不下去。今天晚上能有结果吗？应该能，这种事情不能拖，必须快刀斩乱麻。殷芷哥要是拿不下，所有宗门的人都会倾巢而出，维护天下太平，这是他们的责任。我辈修道中人为的是斩妖除魔，维护天下苍生，听着都热血。你会不会也拜入宗门呢？梁正元有一些关心他，如果他真的能够拜师，他不舍，但是也会成全。不会。为什么？我想当老祖宗，不想给人当孙子。你这脾气倒是像个老祖宗。新入门的弟子见谁都矮上一头，温竹清前世都不憋屈，这事何苦自个儿找不自在？修行功法他也有啊，天才地宝也能去寻，有孩子有个家也挺好的。梁正远是暗暗的摇头，他也得哄着捧着，希望他能喜欢这个家。突然远处一阵轰鸣，温竹清猛地站起来，打起来了，我去看看。我陪着你吧。别拖后腿啊。不会。梁正远的丹田恢复了，现在已经是绝顶高手，比以前的身手还厉害，内力充盈，轻功也厉害，追着温竹清没有一点落后的。温竹清暗暗的挑眉，这人可以啊，短短几天突飞猛进，也是个天才。很快就到了温家村外面，躲在山脚下远远的看着。村子的外面围满了人，看衣着打扮都是宗门，还有几个和尚盘膝坐着敲木鱼，不过呢与宗门是泾渭分明，关系不太好。整个村子里阴煞密布，一阵阵愤怒的嘶吼，尖利的婴儿惨叫声，喊得人魂震荡。阿弥陀佛，好大的怨气呀！木鱼敲得更急，一串串的经文冒出来，压制怨气。其他的人呢，也是施展法术，死死地压制阴气，只是有一些吃力。阴气一阵阵的涌动，殷芷哥的声音传出来：“接着人！”林峰他们几个被丢出来，都是昏迷不醒，好在呢还是有呼吸的。殷芷哥跟着跳出来，同门弟子给他们吃了丹药，抢救了一会儿，他们终于醒了过来。凌风、金冉，你们怎么样？太可怕了，怎么会有这么丧心病狂的人？里边什么情况啊？秦冉哇的一声哭出来，哭得老伤心了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闭嘴！这点挫折都经不住，趁早滚回老家，别修真了。师叔祖，不怪秦师姐，这个村子里的人都疯了，他们生下女儿就丢在山脚下的石塔里，简直是禽兽不如。之前只是婴儿，后来几岁大的孩子也丢，最大的不超过7岁。那孩子跟我们共情，秦师姐都被吓坏了。共情就是死者的灵魂带着人感受一下他们生前的经历，他们所受的伤害、委屈、怨恨都会亲自的感受一遍。秦冉也是个女孩子，想着从小被人打、被人骂，没吃过一口饱饭，那种滋味太难受了。梁正元也非常的愤怒，我都不知道他们村的人这么丧心病狂。阿青，你受苦了。你突然这么关心我，怪不自在的。谁在哪儿？殷芷哥一挥手，把他们给薅出来。殷前辈，是我们。温姑娘，我看这边打得厉害，可有需要帮忙的？你不讲道义，竟然丢下我们自己跑了。没有我跑出来，谁给你们报信儿的？你脑子也丢进去了？忘了昨晚多凶险，我非得留下来跟你们一起死才是讲道义吗？哼，反正你不是好人。哼，我也没说我是好人啊，好人活该吗？得听你的话，真是可笑。温姑娘没做错，她帮我们带来援兵了。秦师姐，请你闭嘴。别以为我没看出来，你分明对他有意思，你俩一丘之貉。梁正元也黑了脸，目光不善地盯着凌风。这是我夫人。凌风都快气死了，以后再搭理秦冉的话，他就是狗。殷芷哥不屑跟他计较，而是跟天鹰派的掌门道：吴掌门，麻烦管好你家弟子，别丢了宗门的脸。武青鸾是天鹰派的掌门，看殷芷哥的眼神还有着若有似无的爱慕。殷师兄，别生气啊，我这弟子也是心悦你家徒弟，吃醋而已。你们九阳宫的弟子也别这么高冷，宗门中人也是凡人啊。
也有七情六欲，修真大道漫长而枯燥，有个道侣陪着也不孤单啊。英指哥满脸的不悦，要不是人多的话，还需要压制村子里的怨气，高低就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。温竹清同情的看了凌风一眼，这倒霉孩子，桃花运挺好，可惜啊，都不是良配，都快成了桃花煞了。凌风憋屈，武青鸾贵为掌门，那是一点都不讲究啊。温竹清耸了耸肩，继续看村子，问道：能压制吗？难。英指哥只一句话，惜字如金。温竹清摸了摸鼻子，他挑了一个闷嘴葫芦问话，就不该多这个嘴啊。秦冉笑出声，好像是在讥讽温竹清的不自量力。温竹清都无语了。我看着很好欺负吗？你无门无派，一个散修，又是女孩，可不是好欺负吗？救人帮人都落不到好，无非是看你无人撑腰。以后咱不管这个闲事了，你也没有义务帮谁。哼，好啊，咱回去吧。就不该来，陪陪孩子也比听白眼狼聒噪好。你说谁白眼狼呢？哼，好猖狂的小丫头。小心！张老魔的声音刚响起来，一道巨大的力道袭来，温竹清都无力反抗，就好像天塌下来的那种感觉。扑通一声，梁正远帮他挡下一击，连带着温竹清飞了出去，两人一起摔在了地上。事情发生的太快了，英指哥都没有来得及阻拦。武清渊，你做什么？一个散修敢在我们宗门面前撒野，我不教他学做人的吗？殷师兄，这是你什么人？你该不会也看上这个小丫头了吧？哼，一张脸倒是狐媚，不是什么正经东西。温竹清气炸了，先看梁正远，丹田处炸裂，得，又被人给碎了丹田了。我操你妈！你才不正经，你全家都不正经！骂你们白眼狼都是轻的，对无辜凡人下手，你也不怕天打雷劈？武青鸾神色一沉，姓武的，这个丫头我殷指哥罩着，谁敢欺负她，我打上你们山门要个公道，疗伤圣药拿来。武青鸾是满脸的不服，不过呢，还是拿出了丹药，殷指哥给梁正远吃下去，运功化开。暂时没有生命危险，只是这丹田活着就好。温竹清看着那死老太婆，满脸的恨意。死老太婆，你给老娘等着，今日一掌之仇，来日百倍还你。哼，只要你有那个本事。哎呀，都别吵了，封印不住，来帮忙。佛门长老看了他们一眼，就好像看白痴似的。什么时候了，还内斗呢？这群宗门中人永远都成不了气候，不如他们佛门来的团结。村子里血气更盛，整个村子就好像被血色弥漫。温竹清看着都觉得心惊肉跳的，不愧是渡劫期的领域，想封印的话哪儿那么容易啊？咱们回家吧，在这儿也帮不上忙。温竹清不甘心，死死地盯着村子，脑子里面响起了张老魔的声音：想不想收了这个领域？你能做到？温竹清当然想了，只是不幸张梦江这老魔头心眼多着呢，平时也就算了，但是有正经事儿，那还是得防备他。可以试一试，他们削弱了阴气，现在是领域最薄弱的时候。如果我出手，阴气吸纳到了我的储物戒指里，等我炼化，就可以把领域据为己用了。你来炼化？哼，不需要。老魔头想阴我呢？我可不是傻白甜，你忽悠不了我。我不贪心，也不想要什么领域了，活着就好。怎么回家？嘿，你别走啊，咱们商量商量，机会难得，我是帮你呢。温竹清直接就掐断了联系，不停的蛊惑，主要是自己刚才也心动了，这太可怕了。魔头果然是最会蛊惑人心的。张老魔气得直蹦跶，却也是无可奈何。他以为温竹清好骗呢，年纪也不大呀，总是笑呵呵的，脾气也好，可没想到一眼就看穿了自己的心思，这么果断的就掐断了联系。回到家，温竹清给梁正元把脉，好在没什么大碍。之前吃的紫灵芝那真的是很管事儿，还能保护住他的心脏，没有生命危险。只可惜这刚刚修复好的丹田又碎了。那个女人真的太小心眼了，阿青，你以后要小心。哼，这事没完。唉，你也是惨啊，都对你的腰子下手，虽然没啥用，可毕竟是腰子，万一尿不出来多惨啊。这是丹田，不是肾。哼，你也知道肾呢，丹田附近就是肾，说不定也伤着了。哎呀，先养着吧，
回头啊再吃一口紫灵芝，给你修复回来。你就盼着我倒霉吗？我为谁受的伤啊？温竹清心虚，你这就不对了啊！没有金刚钻，别揽瓷器活啊！他打我一掌，我铁定不会伤到腰子。你回去吧，我累了，睡会儿。梁正远已经放弃找回尊严了，他高兴就好。温竹清看梁正远还好，敷了伤药就让他休息，自己回到房间却怎么都睡不着了，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呀。这老女人也太过分了。可是自己现在这修为跟人家比，那就是螳臂当车，真的是差得太远了。能做一宗之主，那最差也是分神期，甚至是合体大成期。说实在的，梁正远能够留着命，那还都已经是人家手下留情了，咋就这么憋屈呢？温丫头，想报仇就听我的，我现在就是一缕神识，什么都做不了，我还能害你吗？说说你的主意。温竹清决定先听一听，要是这口气出不去啊，只怕得形成心魔，以后晋升都难了。这就对了，修行中人都是拳头大就有道理，你修为不高，活该别人欺负你，怪谁呢？说重点，不是听你埋汰我的。好，那个领域我可以吸纳到戒指里，然后吞噬女婴的神识，这样就能为我所用了。有了渡劫真君的领域，区合体期算得了什么？哦，领域是你的了，我呢？我好像什么好处都没有啊！万一你用这个领域去作恶，之后的罪孽都得降落在我身上，我傻的吗？我可以发誓，保证不会滥杀无辜，祸乱天下。男人的誓言要是能信的话，我还不如相信母猪会上树。我可以做女人的，我现在不分性别，不分男女，就是一缕神识，甚至都不是个人。现在的魔头就这么没下限吗？为了变强啊，连男人都不做了。哎，也属实是牛掰呀。不过他越是这么说呀，温竹清就越是不答应。不行，除非你和我签订主仆契约，你做我的仆人，就像是对那几个太监做的那样。你别这么心狠，魔头没有做奴隶的。那算了吧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梁仲远不也没死的吗？我慢慢报仇，不着急。唉，睡觉了，别来烦我。温竹清再一次封闭神识，还加固了，不想跟他说话，也是累了，很快就睡着了。只是在梦里面又回到了鬼村子里。姐姐，我们哪里做错了？他们是大人就可以害人吗？我们死得好惨，他们还要封印我们，让我们魂飞魄散。姐姐，你是好人，你救救我们吧，求求你了。唉，我并不是好人啊，也没那个本事的。我会求求佛门大师超度你们，去投胎吧。不，他们不会超度，只会灭了我们。姐姐，你忘了我了吗？我是村长家的温来弟呀，你以前还摘了野果给我吃了呢。唉，我尽力吧。谢谢温姐姐。两个女孩转身离开了。温竹清发愁，她不该心软呢，这就算是答应了，还得插手此事。彻底睡不着了，天色也亮了，起来洗漱，想想怎么救人。先去看看梁正远，看到程勇站在门口。姑娘，早啊。结巴了？不是，姑娘，你来看老大吗？不可以吗？哼，那我走就是了。不是，姑娘请。哎呀，我程勇是个粗人，给姑娘道歉赔罪。以后姑娘有什么吩咐，我绝无二话。还请姑娘别跟我一般见识啊。温竹清白了他一眼，也没有真的计较。这人脑子直，倒是忠心，干活也踏实。现在又赔罪道歉的，也就算了。你来了，我还好，不用担心我。张开嘴。紫灵芝是不敢给他吃了，只是滴了几滴的汁液，这个身体可以消化。梁正远的脸色好了一些，不过修复丹田还差得远，先养一养再修复。多谢。不客气的，你休息吧。作坊那边你多盯着一点，别出岔子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厨娘已经开始准备早饭，蔡大娘盯着他们准备。阿青，起这么早啊？有什么吃的吗？我垫一垫。鸡汤面吧，昨晚上的鸡汤，煮一把面条，加点青菜，味道也不错，还能吃饱。好，吃面也不错。温竹清刚坐下要吃面，
英指哥突然就出现在他面前，好险没把一口面喷在他身上。我知道前辈修为高，下次出现能吱个声吗？人吓人会吓死人的。这又不能敲门，我怎么提醒你啊？我不管，反正你很不礼貌。我知道了，村子里的怨气最深，暂时被佛门舍利子镇压，想要彻底化解还需要很长的时间。我来跟你说一声，以免你担心。舍利子，佛门的功劳吗？也不是，大家都出力不小，只凭佛门还不够的。你夫君怎么样了？唉，丹田毁了，腰子也没了，以后生活不能自理，瘫在床上了。殷前辈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他不提这个，温竹清还想不起来要个说法呢。他既然问了，怎么也得说道说道。我以为正道中人都是仁义宽厚，保护我们这些凡人百姓的，没想到邪魔外道没有伤害我们，却被我们信任的正道中人给伤了。我这心啊，哇凉哇凉的。可怜我的夫君啊，你丢下我们一家子老弱妇孺，可怎么活呀？苍天，你要是仗义，就劈死那个恶毒的女人吧！殷指哥那脑仁都嗡嗡的，他都后悔提这事儿了。你说多这个嘴干嘛呀？闭嘴！温竹清的哭声戛然而止。哼，你嫌我烦了是不是？也是，人不是你打的，我跟你说也犯不上。我也是胡搅蛮缠了，是我的错。我以为天下正道是一家，总有人能主持公道的。果然，不管是世俗还是修真界，你无权无势就得被欺负呗。殷前辈，还有事儿吗？我的面要坨了，我吃饭了。殷指哥的眼底闪过了一抹愧疚。你吃吧，我去就来。人又不见了。温竹清摇了摇头，继续吃面。反正该说的委屈都说了，除了殷指哥，也没有人能帮自个儿讨回公道。温竹清就试一试，殷指哥要是没辙呢，自个儿也不会埋怨人家。温家村外好不容易封印住了村子，阳光升起，没了之前的恐怖。众人正在打坐休息，一晚上的辛苦都累坏了。那些晚辈弟子捡柴烧火，烧点热水吃干粮，都恢复了笑容。也不知道温姑娘的夫君怎么样了，待会儿啊，我去看看他。你们要去吗？我陪你一起。温姑娘人不错的。秦冉撇嘴，什么不错呀？就是个散修而已，还嫁了个凡人，自甘堕落。不过他也不敢说，毕竟昨天晚上掌门打的那一掌，下手着实是有一些重了。他男人估计是难活了，这年纪轻轻的又成了个寡妇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起高调。殷指哥回来了，常见指着武青鸾，拿出你家宗门的疗伤药来救人，还有赔偿温家的损失。哼，你要为了一个凡人出头？是，凡人也是人，他帮助我们传信就是恩情。我等正道宗门没有恩将仇报的。我要是不给呢？你敢杀我？有何不可？哎，施主佐别冲动啊！哎，武者们，你该赔偿人家的。咱们宗门中人替天行道，从不仗势欺人。你昨晚做的确实不对。我家施主佐脾气暴躁，他想做的谁都拦不住啊。我是为你好，别跟我施主佐动手。我武青鸾会怕他？剑气划过，武青鸾的头发被割掉了。燕指哥，你来真的？你看我像是跟你玩的吗？下一刻，殷指哥再次动手，武青鸾被动还手，两人打成了一团。秦冉都吓坏了。别动手啊！殷前辈，有话好好说啊！都是你，你还有脸求情？怎么着，伤的不是你们家人是吧？温姑娘的夫君肯定伤得很重，我们也算看清楚你天阴派的人品了。以后大家各走各路，不再是朋友了。哎，温姑娘虽然嘴欠了点可是人也不错呀。秦道友，你跟他一个散修斤斤计较，已经失了身份了。那边很快就有了结果，殷指哥一脚把武青鸾踹到地上，长剑抵着他的脖子，一双冷漠的眸子平静如水。我知道这只是你的分身，不过无所谓了。以后你最好不要出门，否则我见你一次斩你一次分身，我看你能修出多少道分身来。算你狠，今日之辱我记下了。武青鸾丢下一个瓷瓶，还有一个护身背心。够了吗？殷指哥长剑挥出，还是把他给杀了。殷指哥，你好狠！
你都跟我记仇了，我还留着你的分身，给自己找麻烦吗？哼，女人就是矫情，你记一下又怎么样？等你来报仇。凌风目瞪口呆，师叔祖牛掰呀！秦冉都吓死了，他竟然不顾宗门之间不得杀人的规矩，把掌门给杀了。胭脂哥拿着东西，很快又回到了温家，想起温竹清的话，这次是敲门进来的。殷前辈，这是疗伤药，这是护身甲，我帮你从天阴派要来的，给你夫君用了。温竹清摸着银色的护甲，爱不释手，不知道什么材质做的，软乎乎的，很光滑，弹性很好，好东西啊！擦擦哈喇子。温竹清擦了擦嘴角，什么都没有。殷前辈，耍人很好玩吗？没见过好东西啊，一个护甲而已，只能抵挡金丹期的伤害。我小门小户的，哪有你宗门财大气粗？这个宝贝已经很不错了，多谢。那老巫婆乐意给啊？他不肯，我给杀了。什么？也是个狠人啊，竟然给杀了。别怕，是分身，死不了。不是，殷前辈，你这不是坑人吗？你要杀就彻底给杀了，只杀一个分身，那老巫婆可不敢怎么着你，那不得报复我呀？温竹清无语了，这人做事儿这么不动脑子吗？胭脂哥想了想，给了他一张符纸。他敢来找你，你找我，一道分身也是他一般修为，短时间内他不敢出山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坐视不理的。多谢了，我就说殷前辈是好人呐，麻烦你，太不好意思了。胭脂哥嘴角抽搐，言不由心，女人呐。我带着凌风回去了，有事联系我，告辞。慢走，不送啊。温竹清目送他离开，依依不舍。多好的前辈啊，可惜不是自个儿的，没靠山的孩子好可怜呢。有了疗伤圣药，去给梁正远吃下，他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这个丹药你吃下去，殷前辈从老巫婆手里要来的。不会有毒吧？不能够，你犯不上人家下毒害你，一巴掌的事儿。梁正远好像也是哈，吃下了丹药，肚子上一阵的酥麻，就好像蚂蚁啃噬一样，这儿在恢复呢，好事儿。不愧是宗门的疗伤圣药。这东西给你，护身软甲，能抵挡金丹期的致命一击，你穿上吧，也是老巫婆给的。你穿着吧，你做的事比我更危险，你穿着最合适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宝贝吗？价值连城，多少钱都买不到呢，你真送我啊？送啊，我一直担心你的安全，有了这个我也放心一些。我只恨我能力不够，不能给你更好的东西。梁正远的眼底带着愧疚，如果温竹清是世俗女子，她有信心赚来无数的钱财，夺取至高无上的权利，给她最好的一切。可惜她是修道中人，她能得到的东西温竹清并不稀罕，也没什么大用。谢谢啦，不过我也不白要，这个送你。送他的是2只石胆，天外陨石打造的，锻炼力气挺合适的，他炼体正好需要。梁正远拿一下，差点没砸了脚。这么重啊？等你什么时候弹它跟羽毛一样，你的炼体术就大成了，加上你现在内力也恢复了，只要遇不上老巫婆那种高手，自保不成问题的。好，谢谢你。梁正远挺喜欢这东西的，主要这是阿青送的。两人聊得不错，梁淑仪跟梁淑儿都在外面偷偷的听着，他们的感情好像还好了一些。淑儿，以后对母亲尊敬些，这个家没她就得散了，咱们可不能忘恩负义。阿爹现在也很喜欢母亲，咱们可不能拖后腿，得成全他们。我知道，我最近也没有惹祸呀，不让母亲操心了，你就不用敲打我了，我可不是白眼狼。那就好，你是读书人，比我更加懂事才是，姐姐看好你。其实他有心想跟母亲道个歉，只是没有小山那么厚的脸皮，也没有小五年纪小会撒娇，就这么在心里面憋着，没机会说出来。严云海再一次过来找温竹清。温姑娘，那个村子的事儿解决了吗？县令大人一直操着心呢。解决了，不过不能进去，暂时被镇压了。严捕头，你要跟县令大人说清楚，造成这种情况完全是村里人自己造孽，重男轻女是弊政，可不能太过分了。朝廷的律法就有问题，自己孩子就不是命了吗？孩子又不是父母的私有物，
怎么能随意打杀？要是按照这么说，我是不是也能掐死我那几个继子继女，也是不犯法的？我会和大人说的，这事儿咱们人微言轻的也做不了主啊。唉，不能这么想。县令大人既然是一县之主，在他的辖区能杜绝这种虐杀女孩子的事情发生，也能拯救无数孩子，也是正气。他不能怕麻烦就不做事啊。严捕头擦着汗，温姑娘是真敢说呀，虽然有道理，她也不敢这么跟县令大人说呀。你如实跟大人讲，他要是不服来找我。啊，那些个宦官走了没有？别提了，怎么舍得走呢？别看是宦官，玩的还挺花花。你说宦官竟然喜欢上青楼，这算什么事儿啊？越是不行，越是变态，折磨人呗。他们有没有杀人？有，最近死了几个妓女，死状很惨的。县令大人不管的吗？严捕头摊了摊手，怎么管呢？这些个宦官乃是天子近臣，要是管了，自己的官儿也就当到头了。有些事情总得需要有人去做，去改变，这个世道才能够变好。温竹清觉得自己有必要去县城一趟。那个朱熹中还敢作孽，那是没尝过温竹清的摧残。严捕头告辞离开，梁正远去送了送。温竹清暂时不敢碰温家村，趁着无事，干脆就进城一趟。温竹清准备了马车，带着小山、小满、小武3个孩子一块进城。梁淑儿眼底闪过了羡慕之色，她也想进城，只是呢不好意思说出来。梁淑仪在家也无聊，也想跟着。母亲，我帮你照顾弟弟嘛，我也想进城玩。我会乖乖的，不用人照看。张姐，你在家学女工吧。就是，张姐不要添乱，谁照看谁还不一定呢。女孩子不要抛头露面的，将来可嫁不出去了。你跟谁学的？你是没尝过你长姐挨的巴掌吗？你阿娘我不是个总厨吗？你阿娘有错了吗？对呀，是李正家的二婶子说的。我不敢了，张姐别生气呀。哼，我不生气，我只是想要揍你。那就跟着去吧。看了梁淑儿一眼，丢下她一个孩子也不好，好像自个儿不待见她似的。淑儿，你要不要也一起去？算了吧，我在家温书，一直温书都把人给读傻了，该玩就得玩，才10岁的孩子，别那么老成。梁淑儿勉为其难的上了马车。讲个故事吧。你确定？阿娘，讲个阳间的故事吧，别那么吓人。唉，好吧，我尽量讲的正常一点。孩子们有一些忐忑，这个尽量有水分呢。温竹清去拜访县令，直奔县衙。刚来到县衙的门口，就遇到了老熟人。朱熹中看到他，那脸都绿了，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你还敢来？哼，县衙你家的，我为什么不敢来？朱熹中死死地盯着他的孩子们，看到梁淑仪就眼冒斜光。好漂亮的妞啊！咱家今日有艳福了，兄弟们，咱们今儿不用出门了，送上门的好货色足够咱们玩几天了。真不错，哎呀，这么年轻，肯定是个厨。难怪今日出门喜鹊叫呢，运气不错。梁淑仪都气死了。哎，对付这种嘴欠的人该怎么办？揍他！放着我来！死烟贼，不知死活！张姐，我来帮你。梁书山冲上去，梁淑儿也不闲着，他能打一个。小满双手掐诀，帮着哥哥姐姐们束缚他们的手脚，也帮忙了。小五就口头打气：打他头，打他肚子，打他小鸡鸡。哎呀，这些个孩子都跟谁学的词儿啊？哎，他们没有小鸡鸡的，打不着。朱熹中都气炸了，他也太嚣张了。你找死！谁找死还不一定呢。你们该不会以为我会放任你们离开吧？打了一个响指，朱熹中突然就抱着脑袋在地上打滚，把众人都给吓坏了。许县令早就收到消息了，躲着没出来，就等着温竹清收拾他们呢，让他们吃了亏，然后再来做和事佬。结果朱熹中突然就变成这样，许县令也吓了一跳，赶紧出来劝阻。这是怎么了？哼，坏事做多了，被反噬了呗。
是不是你这个恶婆娘做的手脚？敢用妖法害人，咱家烧死你！你试试，烧死我你能活吗？姓朱的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你们这些个阉贼的生死都是捏在我手里的。从现在起就给我老实点，否则我让你们生不如死。朱熹中还不信呢，温竹清又是一个响指，一群人顿时都抱着脑袋惨叫起来，这下子不信都不行了。许仙灵，进去聊，不用管他们。好，温姑娘快请进，咱们去内宅聊，让我家孩子陪着小公子、小姐一起玩。也好，你家几个孩子都挺好的。到了内宅，多日不见，许夫人也憔悴了很多，都是被这些个太监给折腾的，谁都不好过呀。温姑娘，你咋来了呀？我就是解决那些阉贼来的，以后他们肯定老实了。朱熹中等人都已经晕过去了，被抬进房间里面休息。许仙灵，这些宦官难不成不走了吗？你要忍耐他们到什么时候？只是咱们县有这些阉贼，还是别的地方都有？哪儿能都有呢？宫里的宦官也是有数的，只是咱们县倒霉，他们要找什么钦天监的弟子，说是咱们这地儿风水好，出能人。本官倒是没看出风水哪儿好，谁知道他们在搞什么呢？温卓清明白是为了抓小五来的，这肯定不能告诉他呀，又得睡不着了。不说他们了，以后肯定不敢作恶了。说说温家村的事情，严捕头都跟你讲了吧？没想到那个村子的人这么恶劣，太可恶了，这就是报应啊！老爷已经上报了，上面呢不知道会不会责罚老爷。我想说的是如何杜绝这种事情发生，做得好也是大人的政绩，重男轻女这是没法改正，可是虐杀女孩子就是罪大恶极了。大人试想一下，所有人都只要儿子不要女儿了，谁来繁衍子嗣？这个世道不是乱了吗？温姑娘说的太多了，我会给皇上写奏章的，说明此事，尽量给天下女孩子一个保障。这也是大人的功德。温卓清挺满意他的态度的，敢去做就好了。魏大人呢？走了，宫里出事了，魏大人急匆匆的走了，朱大人他们代替魏大人留下来，还不如魏大人呢，起码他不作孽。许大人，其实此事是你太过小心。虽然这些宦官是天子近臣，来头不小，但是后宫不得干政，更别说这些没根儿的奴才了。想必朝中很多大人都不喜欢这些阉贼。许大人，不妨硬气一些，和阉贼硬刚，也能落个刚正不阿的磊落清明。若是一味的纵容，万一被人误会大人为阉贼做事，大人的名声可不好听啊。许县令冷汗直冒，温姑娘说的也太多了。是徐某想错了，听姑娘一言，醍醐灌顶，我这就上书皇上，弹劾这些阉贼。许县令迫不及待地去写奏章，许夫人无奈。哎呀，老爷也是为了这个家呀，那些阉贼手段毒辣，近些日子来格外的猖狂，多少家族被他们灭族呢？皇上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都不管管。温卓清写了一张传讯符，夫人收下，有什么事儿撕了符纸，我会来帮你们的。太谢谢你了。不谢，大人是个清官好官，帮他也是我应该做的。许大人要是贪官，我肯定不管的。许夫人吩咐厨房做好饭菜，款待他们一家子。一顿饭吃完，去客房休息。温竹清等着朱太监有什么后招，一次制服了他们。朱熹中醒过来之后，那果然是心有余悸，眼底满是阴冷。妖女，以为咱家拿你没法子了吗？取出了一张符纸，也是传讯符，撕毁之后就耐心等着。一夜无话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衙门口来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。阁下何人？这是县衙，闲杂人等不得逗留。这是咱家的客人，今天见了大人，瞎了你们的狗眼，滚一边去！严大人来得真快，不愧是高人呐。本来不想打扰大人的，实在是没法子了。遇到一个妖法高超的妖女，只能请大人出面解决她了。妖女？袁大人大名袁成云，据说乃是袁天罡的后人，在朝中也算是一号人物。
他对宦官很是不喜，奈何想跟张家斗，还得依靠这些个宦官立功呢。这些阉人很会拍马屁，袁成云也不介意帮他们一些小忙，跟着朱熹忠直奔温竹清的院子。小女，这是袁家的后人，专门斩妖除魔，看你如何猖狂。袁家后人，推背图的传人。你竟然知道推背图？还有人不知道吗？你该不会真的信了这阉贼的话，以为我是妖人吧？你看我身上有妖气吗？我也是正统道门弟子，不过没有宗门而已，哪能不知道赫赫有名的推背图啊？温竹清不仅知道，他还看过呢，甚至都能够完整的背诵出来。袁成云白了朱熹忠一眼，拱了拱手：“实在下冒犯了，姑娘如何称呼？”温竹清。袁道友，请坐。好。朱熹忠傻眼了，这请来的帮手怎么就成了人家的客人了呢？这还怎么复仇啊？温竹清也愿意结交一些道门朋友，有事儿呢也能有一个帮手，出门在外全靠朋友嘛。不提朱熹忠这个傻叉，两个人围着推背图讨论。此时这部奇书还没完善呢，温竹清随口一句见解，让袁成云都是茅塞顿开，钦佩不已。聊了1个多时辰，温竹清都累了，袁成云还是意犹未尽，确实不好多打扰，起身告辞。温姑娘博学多才，见解非凡，改日再来拜访。这个不好说，你再来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呢。世道艰难，阉人横行，我只是个普通百姓，他们要是报复我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抵挡。姑娘放心，以后啊，这些阉人再不敢找姑娘麻烦了。袁某人帮姑娘摆平此事，也是报答姑娘刚才的解惑。好，袁大人这么说，我就放心了，随时欢迎你来请教。袁家在天文星象上的研究堪称第一了，有机会也想请教一下。随时欢迎，在下先告辞了。慢走。温竹清心情很是不错，带着孩子们出门吃饭。袁成云答应了温竹清要摆平朱熹忠，那肯定是不能食言，就跟朱熹忠说和。姑娘不是妖人，反而是难得的修行高人，你们得罪她实属不应该。听我一句劝吧，不要招惹她。朱熹忠不服啊，可是也没辙，让他给我解了妖法，我就算了。我给你看看。袁成云以为他可以做到的，毕竟温竹清只是筑基期，他已经是金丹期了，破解他的术法那应该是很轻松的。可是试了几次，根本就找不到术法在什么地方。我找不到他下的术法，你们呀还得去求他。袁大人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呀！那女的太邪性了，她恨不得我们死啊！我们可都是陈妃娘娘的人呐。回头啊，我帮你们求求情吧。温竹清正在县里最大的酒楼吃饭，包厢的门被敲响了。请进。哎呀，抱歉呀，温大师，打扰了，实在是逼不得已，求温大师救救我家儿媳妇儿吧。你家的事儿我看不了，你我无缘，另请高明吧。温大师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需要多少银子我们都给，只要你能救了我家儿媳妇儿，我们家做什么都可以啊。温竹清白了他一眼，想替桑云霓出口恶气吧，但他和桑家的缘分也已经尽了，现在只是温桑桑，这份亲缘已经断了。你家儿媳妇儿什么症状？既然都已经断了，那就得宰上桑家一刀，送上门的钱不要白不要。哎，他这白天里温柔贤淑、端庄有礼，好人一样的，可是到了晚上就疯魔了一样，喝酒骂人可吓人了。没有请道士来看看，是不是被什么东西附体了吗？看过了，没有啊。唉，这就棘手了。晚上吧，我去你家看看。行，我让人来接温大师啊。你从哪儿知道我的？是马夫人说起过，原本想请她引荐，她怀了孩子不好出门，只好冒昧前来打扰。温竹清点点头，也没说什么，带着孩子们回去午休。袁成云已经是等候多时了。温姑娘，朱太监他们身上的术法可否解开了？他们是陈妃娘娘的人啊，如果真的出事了，对姑娘也不好。这个没法解开，是一门秘术，但是他们只要不作恶，好好做人，就不会有损伤。袁大人，我给你面子，可是这些人作恶多端，你要是非要帮他们，就不怕助纣为虐，罪孽缠身吗？就因为是宫里的人，我才留着他们一命，否则他们能活到现在。哎呀，温姑娘所言极是，
是元谋想错了。元谋此次过来，不仅是因为他们，还有鬼村的事情。我奉劝你不要去那个地方了，宗门和佛门联手才压制了。你要是碰到什么不该碰的，后果自负。多谢相告。但是他还是会去的。修行那就是不断的挑战，迎难而上。他想去看看。好言难劝敢死鬼，温竹清该说的都已经说了。要是袁成云非要去作死，那也是没办法。朱熹中看袁成云都对温竹清客客气气的，那也没招了，彻底的老实了，等着上面的安排，再也不敢作妖了。温竹清等到了晚上，去了桑家，会一会桑家少奶奶。桑夫人已经是等候多时了，全家老少都在呢。温大师，您可来了，你快给我儿媳妇看看。人呢？花园凉亭里呢，我们都不敢过去。行，我看看去。温竹清自己过去，很好找。空旷的凉亭里坐着一道纤细娇弱的影子，只看背影还挺美好的。只见他举着酒壶，豪迈地喝了一口酒，与他温婉的样子相差甚大。花间一壶酒，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。桑少奶奶自己喝呢，可否讨一杯酒喝？你是何人？明明是女子，发出的却是男人的声音，甚至有所重叠，听着就很是怪异。我姓温，散修道姑，我是来帮你的。没人能帮得了我，你们这些道士都是骗子。是不是骗子？试试就知道了。哼，我可不是恶鬼，你想驱逐我的话，别费那个力气了。看出来了，你身上没有鬼气，但是有怨气。你的生辰八字可以告诉我吗？可以。于是倒干脆，直接就报了生辰八字。温竹清推演一番，一脸的震惊。哼，竟然如此！你不是于氏？那我是谁？于氏的双胞胎弟弟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刚出生就夭折，只来得及看一眼这个世界，为什么是我死，不是他呢？哼，那是你命不好，你的执念和怨气一直缠绕着你姐姐，不肯离开，却不想想你姐姐活得多痛苦。可是她却没有跟任何人讲，生怕被人灭掉了。你不仅不体谅她的辛苦，反而日日折磨她。你这个人太自私了。于氏的弟弟藏于于氏的神魂，谁都看不出来，躲过了无数的道士和尚。但是于氏清楚他是怎么回事，却没有跟道士坦白，也是知道一旦他说出口，弟弟肯定是必死无疑。哼，算你有点东西，你也不能奈何我。我要是死了，他也得死。他们的神魂经过10多年的缠绕，那已经几乎是不分彼此，确实是不好处理。张老魔，出来看看，这个情况如何处理啊？哼，终于用到我了吗？我跟你讲，没有你张爷爷，你就等着哭吧。先做事儿。哼，这人有意思啊，一人双魂。哟，小子，你挺嚣张啊，在你张爷爷面前嘚瑟，小样儿，你找死呢！主戒指里面飞出了一缕黑气，打在于氏的脑子里。于是瞬间是疼痛难忍，抱着头哀嚎起来。桑家人看得心肝直颤，可别给弄死了，他们怎么跟知府家交代啊？你走开啊！我为什么要走开？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？你想怎么样？温竹清也不懂，就问张老魔：哎，你看看该怎么收拾？这个活儿不错，我正好虚弱，给我吃了它吧。哎，大姑，我错了，求你饶了我吧，我只是想活着，我也没害过人。你是正道中人，不能滥杀无辜的。哼，确实不能滥杀无辜，但是跟我没关系的。你是他吃掉的，因果落不到我身上。哎呀，你说说你，早点走了不好吗？贪恋不属于你的身体，缠着你姐姐，太自私了。别废话，我已经饥渴难耐了。温竹清眼睁睁地看着张老魔扑上去，一会儿就拉出了一个年轻男子的神魂。吃一个不受天谴的活儿，可真是太难了。张老魔太高兴了，吃了这个神魂，他也能恢复一点实力，说不定就可以摆脱温竹清，自己修炼了呢。张开嘴刚要把人给吸进去，一张符纸结了弧，被温竹清给收起来了。你还给我！
谁说这是你的了？这是我的，你想吃就吃，我答应了吗？温竹清知道怎么气人，别说这个神魂无辜，他就算是不无辜，那也不能给他吃啊。那样的话，他不就成了饲养魔头了吗？文丫头，我好歹帮了你这么多，你就不能给我点甜头吗？哪能只让驴干活，不让吃草啊？温竹清油盐不进，对魔头这种生物就不能手软。他看着很好骗吗？张老魔最后悔的就是跟着温竹清逃了出来，以为能忽悠他呢，甚至可以附身他夺舍他。没想到啊，温竹清这么狗，张老魔那一辈子都没这么憋屈过。过了一会儿，于是醒了，一脸迷茫地看着温竹清。你是谁？帮你的人。你弟弟已经不会打扰你了，你自由了。你把我弟弟给灭掉了吗？没有，你为何没有让人灭掉他，一直留了这么多年？从我懂事的时候，脑子里就多了一个声音，我在家里不得宠，没有人陪着我玩，我就和他玩。后来长大，懂得更多，听他说是我弟弟，我也害怕，却舍不得让人灭掉他。仙姑，求求你了，别杀了他好不好？你是个好姑娘，可惜啊，桑家人都不是好东西。你嫁到这样的人家，自求多福吧。不，我已经很满足了，总比被爹送给上司做妾要好很多。不是知府大人不肯，而是这个女儿有毛病，夜里会发疯的。送给上司那是送人头呢。于是也因此嫁到了镇子上，命运都不一样了。你弟弟我会超度，让他投胎才是对他最好的。你要是有心，多给他烧纸祭拜，去寺庙里供奉一盏长明灯，也是你的心意了。好，我会的。事情解决了，于是还很虚弱，毕竟神魂一直不稳。温竹清招手让桑家人过来。少奶奶的事情我已经解决了，这张安魂符放在荷包里，日夜佩戴，1个月就能好了。不过少奶奶的身体虚弱，还要好好养着，不可操劳过度，也不可行房事。你们记住了。怎么跟同房还有关系了呢？这个有什么说道啊？温竹清翻了一个白眼。桑夫人，你身体不好，乐意伺候你男人，都说了休养休养，你听不懂吗？我们记住了，温大师辛苦，府上备了薄酒，请大师赏脸吃顿饭吧。不用了，5000两银子，因果了断，你我互不相欠。桑老爷早就准备好了，装在一个盒子里。温竹清一挥手就消失了。桑家人又是一阵的惊叹，这可是仙法呀！高冷的离开了桑家，都不想让他们送。我怎么觉得温大师对咱们府上有意见呢？咱们什么时候得罪他了吗？都没见过，哪儿就得罪了？我看他呀，就是故意的摆谱呢。这银子挣的可太轻松了，咱们家1年都攒不下这么多钱来，可真是黑呀！你闭嘴，不许对大师无礼，人家肯定看出你心思不正，才不想搭理咱们家呢。儿媳妇好了才是正事儿，你找那么多人，谁给看好了？也不算好，什么时候才能给咱们生孙子呀？早知道于是这样，桑夫人说什么也不会让儿子娶进来。温竹清到了城外，打开了鬼门关，放出了于氏的弟弟。去投胎吧，来世重新做人。于是弟弟心有余悸，还想撂狠话，可是想起了张老魔，转身又跳进去，赶紧投胎去了。鬼门关消失，掌心一热，温竹清的寿命线又长长了一点。这个弟弟还有点良心，知道感激他，贡献了一点功德。温竹清心情很好，转身回了城。新的一天，朱熹忠捧着一个盒子，等候在温竹清的院子外面。温姑娘，温大师，之前是朱某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多有得罪，特来赔罪。来赔罪的呀？我可当不起。朱大人可是宫里的人，我一个村姑，岂敢让朱大人赔罪啊？温大师，我知错了，我再也不敢祸害百姓了，求温大师饶了我的狗命吧。你的禁制对你无害，只要你别害人，我不会催动他的。想要我解除，那不可能。换成是你，会让自己的仇人自由吗？不会，我只会斩草除根。哈，
你倒是诚实啊。所以呢，就这样了，你们乖乖的，我也不会害了你们的性命，好好做个人吧。朱熹忠还是把盒子给留了下来，不然他不安心呐。温竹清不会跟钱财有仇，太监们的钱都不干净，都是那些个贪官孝敬的，不要白不要。温竹清美滋滋的收起来，这次来县城，那真的是收获不小。温竹清打算告辞，徐夫人准备了很多的礼物让他带回家，温竹清没客气，都收下了。温姐姐，你们什么时候还来啊？温姐姐，你们不能再多住些日子吗？我还没有带着弟弟出去打猎玩呢。下次吧，弟弟还小，你们自己骑车都整不明白，别带着弟弟了啊。哈，温姐姐小瞧人。我们家孩子都习武，阿娘亲自教导的，这点本事小意思了，我还会舞剑呢。啊，我也想学。你一个女孩子家的，怎么学呀？别添乱了，好好做你的女工，马上要相看人家了，乖乖在家待着哈。许千娇不大高兴，却又不敢忤逆母亲，只能羡慕地看着梁淑仪。许小姐要是有暇，可以来村子里玩啊。淑仪也没什么朋友，你能有个谈得来的密友也是不错的。好，有空啊，我们会去打扰的。等你们来，我送你们礼物。两个少年都很兴奋，温姐姐的礼物那肯定不一般，恨不得今儿个就跟着她走了。可惜许夫人不让，只能是眼巴巴地看着送他们出城。温竹清回到村子，已经是下午了。刚到村口，很多的村民都在修路呢。梁正远正在指挥。怎么修路呢？作坊现在的出货量大，路不行，得赶紧修，万一下大雨，彻底没法走了。修桥辅路也是功德，确实该修了。你缺钱吗？我赚了不少，给你赞助点。那感情好啊，有钱咱们能把村口的桥也修一修，到时立个碑，写上你们俩的名字，全村人都记着你们的付出呢。1000两银子够了吗？太够了，温姑娘真是赚大钱了吗？还行，够花了。好好修路修桥，立碑也记着啊。温竹清不是白掏钱，能立碑那也是自己的功德。自古修桥铺路那都是大好事儿，这1000两银子花得值啊！有了钱，村民们干劲儿更大了，更加的羡慕梁正远了。这是娶了个财神奶奶回来呀！回家了。蔡大娘带着孩子们去收拾带回来的礼物，温竹清就跟梁正远说着县城的事情。赚了不少钱，给你点零花。又给我零花钱啊？梁正远说不出什么滋味，感觉媳妇儿不是媳妇儿，就跟家里的长辈一样，高兴了就给点零花钱。你不要啊？要啊，阿青给的，说什么也得要。温竹清又给了他1000两银票。不够你再说。作坊刚开始，还没有到来钱的时候，你别节省啊，该花就花。阿青对我真好，谢谢了。温竹清白了他一眼。突然，温家村那边传来一阵爆炸声，温竹清飞奔过去，看看出了什么事儿了。刚过去就看到袁成云摔在地上，口鼻喷血，无奈地摇头。这人怎么就不听劝呢？袁成云怎么说那也是袁家的后人，又是青天剑的人，温竹清肯定是要救了，结个善缘嘛。把人给带回了家，梁正远帮着把人扶进了房间里。他是谁啊？作死的人，我都说了不要去，不要去，非得去试试。他以为自己是九尾狐，有9条命的吗？烦死了，还得救人呢。我就要药。好吧。温竹清熬好了药，加了一点紫灵芝。袁成云喝下去，脸色好了一些，小命算是保住了。之后就是他自个儿调养。温竹清沉着脸，看着温家村的方向，忧心忡忡。有心事儿？温家村的事儿，这么镇压也不是长久之计啊。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有倒是有，不过很难得。一个不是，我也得折进去。可是不管吧，心里不落忍啊。你觉得应该去做，那就去试一试，别让自己愧疚。试过了，心里就舒服了。哎呦，你还挺会说话呀！我以为你会劝我不要管呢。我曾经带兵打仗的时候，那时候只是一个小队长，别的村子被袭击，按说不该我管，我的兄弟们也很疲惫。可是不管吧，心里还是不忍心。当兵就是保家卫国，只要是咱们国家的百姓，都应该管。你说的对，后来你还是去救了，是不是？是。还因此被那边的小队长记恨，惹了不少麻烦。
不过我不后悔。对，不让自己后悔。不过，梁正远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可以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那倒是不需要的。温竹清既然有了决定，就不再纠结，调息打坐，让自己恢复到最佳状态，准备再去一趟温家村。白天他还在家，今天是朱家来下聘的日子，也是大事。温姑娘好。朱同生，不必多礼。这位是我二婶儿，还有我们村李正的婶子朱七婶儿。两位好。两位婶子有些拘束，没想到温家这么气派，比地主老爷还富贵呢。温姑娘，我们朱家人口多，比不上你们家富裕，但是吧，我们也尽所能的想办好这场婚事，别人家有的，我们一定要有。那就好，穷富不重要，态度很重要。我看到你们的诚意，咱们就好好处亲戚。你们要是敷衍慢待我们家妹妹啊，那这亲戚成不成还两说呢。哎呀，那是应该的，我们保证诚意满满，都抓了2只大雁当聘宴呢。长青啊，跟村里的老猎人送了好多酒才换来的呢。朱同生有心了，挺好的。温竹清留他们用饭，做了16道菜，吃饱喝足。时间不早了，温竹清给他们准备了丰厚的回礼，朱家人都不好意思了。意思就行了，哪用得了这么多啊？不用跟我客气，我不缺钱，只希望孩子们能好一些。婶子们，以后多教导他，对自己人我从来都是很大方的。这是必须的。温姑娘还给村里修路呢，方圆10里8村的，谁不夸姑娘心善呢？做善事积福德，应该的。温竹清送他们出村，朱家人欢欢喜喜地回了村子。天色渐黑，温竹清准备好了东西，与梁正远一起出门。不到半个时辰，就来到了温家村的外面。需要我怎么做呢？你站在这儿不用动，给予我力量就好。既然这么说了，梁正远干脆就拉着他的手。嘿，你拉我手做什么？占我便宜呢？不是你说需要力量的吗？我怕你匆忙之间来不及找我，拉着你放心一些。温竹清不信，但是也没办法反驳。行吧，不过是拉拉小手，他也不矫情。封印那是对内不对外。两人顺利地走进了村子，还是一样的诡异阴森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梁正远看他面不改色，心中一痛。他为什么会做这一行呢？别的女孩子都是弹琴赏花，买衣裳首饰，逛街游玩，无忧无虑。他呢，却在为了整个天下的安宁默默付出着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阿青，你喜欢修道抓鬼吗？这事还有喜欢不喜欢的吗？任何事情有得就有舍。我既然修道，比寻常人强大100倍，遇到不平的事就得管。有道是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哎呦，说的我自己都觉得自己伟大了。哎呀，别矫情了，你个大男人的，哪那么多为什么呀？温竹清不耐烦了，这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吗？梁正远歉意一笑，马上闭嘴。突然，一阵阵的阴风刮过，温来地的鬼魂若隐若现。你又来做什么？也想灭了我吗？不是的，我想帮你解脱。你说的对，你不该被镇压，你也是受害者，不能这么对你。真的吗？阿青姐姐，你真的能帮我？能，可是你杀了这么多的人，这么多的冤孽，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投胎。村里人是有罪，可不一定全都该死啊。你既然成了鬼，也应该知道，一只鬼沾染了血腥，就是罪孽缠身，到了底下会下地狱的，甚至都不能投胎。那我能怎么办？我用他的功德帮你洗清罪孽，但是能洗多少就看你的运气了。阿青姐姐，我没有看错你，你是唯一对我好的人。算了吧，我不值得。成了鬼，很多的东西自然而然的也就觉醒了。温来地知道恶鬼的下场，也知道功德的重要性。他本来就是个没人疼的孩子，魂飞魄散那也是应该的。我愿意的。你放心，功德我会还他的。不用还，你救了我几次，能为你做点事儿，我心甘情愿。这人怎么突然这么会说话了呀？哎呀，办正事了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行呢。这封印太厉害，我得先破除封印。我救了你，也是一桩功德。
哎，别墨迹了，干活了。温竹清掐诀，发动阵法，一阵星辉洒下，落在了封印上面，顺利地破开了一个口子。梁正远，今日借你功德于我，你可真心愿意？我愿意。梁正远握着他的手，温竹清另一只手拉住温来地，金色的功德之光渐渐地冲淡了他身上的阴气。只是温来地的罪孽太深了，温竹清引导了一刻钟，竟然还有残余。这样的话，去了地府，怕是也得遭受一番的磨难。温竹清看了梁正远一眼，他的身上功德金光已经淡了不少，血煞之气占据了上风，快要压制不住了。温竹清撒开了手，不能用他的了。看了看自己的手掌，心一横，把自己的功德输送给了温来地。阿青，你做什么？你不用管，我心里有数。封印渐渐的合拢，温竹清的灵力消耗殆尽，快要撑不住了。可是只差了一点，就可以打开鬼门关，送温来地入地府了。温竹清脸色发白，梁正远看不下去了，把自己的内力输送给他，希望可以管用。没用的，这是灵气，我没时间转化。算了吧，温姐姐，你有这个心我已经很满足了，还有人疼我关心我已经足够了。温竹清的眼底闪过了绝望，真的不行吗？突然一道黑影落下，帮助温竹清打开了鬼门关。进去吧。你是谁？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？快走啊，姐姐给你烧香祈福，来世投个好人家，做个幸福的孩子。谢谢姐姐。温来地跳入了鬼门关，温竹清松了一口气，星辉之力散了，封印再次关闭。男子有一些赞赏。你很不错，竟然会这么厉害的阵法。哼，多谢夸奖，今日的恩情我记下了，欠你一个人情。你也帮了我不少。怎么说的？哼，日后你就知道了。你的寿命啊，只剩下3个月了，想想办法吧。温竹清早有所料，梁正远却是大惊失色。你的意思是，阿青只能活3个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他自己清楚，想要改变命格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。哼，不过我挺欣赏你的，希望啊你别这么早死。当然，死了也没事儿，我可以举荐阎王，让你啊做个鬼差。我知道你是谁了，你是夜游神。哼哼，真聪明，是我，很期待跟你做同僚。并不想，我会活着的。夜游神一闪身就消失不见了。怎么就走了呀？都不告别的吗？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？梁正远都不敢想，他竟然只剩下3个月的命了，心里是一阵阵的疼痛。该如何救阿青呢？温竹清还没有来得及解释，异变再次出现。村后的石塔之中突然就爆发出猛烈的阴气，熟悉的婴儿啼哭声让人是心烦意躁。怎么还有啊？两人跑过去，一个个的婴儿就要爬出来，为首的是那个3岁的女孩子，她竟然没有被消灭掉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嗨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小丫头也咧着嘴笑着。姐姐，你陪我玩吧，我好无聊啊，我想姐姐留下来陪我玩。玩什么？姐姐这么大了，不会玩，可以送你很多玩具，好吃的，漂亮衣服，都可以给你啊。你找小伙伴玩好不好？不好，他们都太小了，不会玩。温竹清没辙了，召唤张老魔。送你个大礼。刚冒头的张老魔刚要骂人，就被小丫头一把给薅住了。啊，这个好玩，我要这个。温丫头，你真是坑人呐！我最后悔的就是跟着你出来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好的，其实都一样，都是自私没良心的东西。哼，你要这么说，咱就掰扯掰扯。你利用我出来，安的什么心？你敢说吗？你是没找到害我的机会，否则你别说我心狠，魔头有良心吗？你好意思跟我说良心？我错了，姑奶奶，你别让他玩我呀，我恐高啊！小丫头把张老魔当球一样的踢出去了，手上扯着一根线，又给扯回来，玩得很是开心。温竹清看得都头皮发麻。虽然张老魔现在只是一缕神识，可是自己都灭不掉他。要不是那个储物戒指是他依附生存的空间，温竹清甚至都无法控制他。现在呢，却被个小丫头轻易的虐着玩。小丫头，你别跟我玩死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没有名字，
我娘喊我二丫头，可是我没有姐姐啊。二丫头好饿啊，姐姐有没有吃的？二丫头舔着嘴角，这怕不是要吃人吧？有的，给你。画了一个圈，点燃了香火。二丫头的手里面多了点心与糖果，香甜的吃起来。张老魔也就顾不上了，他趁机跑进了戒指里，长长的松了一口气，以后再也不出去了，打死都不出去。他可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丫头只要把他给拎出来，那肯定是有大麻烦，拿他顶缸呢。二丫头吃完了，姐姐，我还想玩。行，给你玩陀螺。温竹清荷包里的玩具、小满的衣服，他也差不多能穿，还有2朵珠花都送给他了。二丫头瞬间大变样，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衣服，姐姐你真好。可是姐姐，你把莱蒂姐姐送走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跟着姐姐好不好？莱蒂姐姐怕她被坏人给抓走，特意让她躲在了石塔里，还加了封印。二丫头这才没有被发现。现在莱蒂姐姐走了，她一个人怎么办呢？我也没法带你走啊。姐姐虽然很心疼你，也想帮你，姐姐现在做不到。你等我几天，我一定来帮你，好不好？大人都是骗人的。我阿娘说，我进去之后就不会痛苦，就有好日子过。可是根本就不是这样的，她是想要饿死我。阴风更盛，二丫头的怨气增加了无数倍。突然，一阵嘹亮的鸡鸣声传来，所有的阴气开始消散，露出了天空的启明星。天要亮了，二丫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。姐姐，你逃不了的，我会去找你的。温竹清被吓得脚都软，又摊上事儿了。现在怎么办？先回去再说。先不管这些了，一夜未眠，温竹清打坐恢复灵力。你寿命的事儿该如何解决？这个不是很麻烦的，我多做善事，有了功德，寿命自然会有的，还有3个月呢，不着急啊。做善事儿，我来做可以吗？也可以的。你是我夫君，你我一体，你知道心里想着把功德给我，我就能收到。不过你自己也得留着，你杀了太多人，虽然是战场上身不由己，可是这些血煞气也留在你身上了。我用了你不少功德，万一压制不住血煞气，你就被杀意支配，变成杀人狂魔，失去理智了，后果很严重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那个小鬼的事儿该怎么处理？晚上我问问夜游神吧，或者阴指哥。这事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我能处理了一个温莱地已经不容易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门房带着鹰指哥走了进来。嘿，殷前辈，你怎么不驾着七彩祥云过来呢？这是来拯救他的吗？殷前辈可真是他的大救星啊！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温竹清就把昨天晚上的事情竹筒倒豆子的说了一遍。你可真是胆儿大呀！一般般吧。殷前辈，现在怎么办啊？先去看看吧。白天他不敢出来作祟，虽然走了一个，我的修为也很难说能搞定他。鹰指哥不会见死不救的，不行就求助别的宗门，大家再来封印一次。还有佛门呢。白天来到温家村，看着没那么阴森恐怖。太阳照射之下，村子散发出淡淡的雾气，除了那个石塔，村子里看着就正常一些。这是大鬼的领域，他走了，领域消失。不过这个地方还不能住人呢，阴气太重，得放几年。谁也不会来这儿住了，放着呗。这个不重要。那个二丫头比温莱梯还难缠呢，能灭掉吗？你忍心？鹰指哥睨了他一眼，他把大鬼给送走了，那小鬼也是一样的可怜，他忍心吗？当然舍得了，总不能放他出去害人吧？那就是我的错了。我帮温莱地是因为我有一点的把握，就可以试一下。可是二丫头真是一点招都没有，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非要去做，这不是发善心，这是作死。鹰指哥眼里的欣赏多了几分。你有没有兴趣来我的宗门？我可以收你做入室弟子。啊，我是有什么超乎寻常的天赋吗？让您收我做弟子，我这个年纪怕是不合适。你要缺弟子的话，我家小满天赋挺好的，小年纪已经炼气2层了，是个好苗子，才6岁，比我更合适。再说吧。他想说温竹清做弟子的念头，那也是一闪而过，不是那么强烈的非他不可。边说边走，到了石塔那边呢，鹰指哥迈步环绕一圈，
石塔像是有所察觉，冒出了阵阵黑气，都被阳光给消融了。大白天的，你要是能出来，姑奶奶都给你跪下了。小丫头，白给你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了，一点都不可爱。仗着二丫头白天出不来，温竹清就使劲的嘚瑟。殷前辈还没说能收服他呢，你别着急得意啊，万一不行，他今天晚上来找你怎么办啊？温竹清的脸色一僵，大不了我多给他好吃的，小孩子还是很好哄的，你说是吧？你觉得是就是吧。梁正远憋着笑，他明明就怂了，又不肯承认，真是一身的孩子气。我先布置一个阵法，把他困住了，去找合适的法器来镇压，暂时只能如此了。困住也行的，别来找我就好。温竹清真的想睡个好觉了，这个村子折腾了这么久，太累了。因止哥布置阵法，温竹清目不转睛地看着，这九宫八卦里的困阵，因止哥的道法比自己厉害了很多，但是这阵法，温竹清与他是不相上下。好了，这个村子还是要封锁，以免有人误入其中破了阵法，事情就麻烦了。我会的，现在没人敢进来，这里已经是鬼村了。如此最好。殷前辈来找我有事吗？二丫头的事儿是巧合，殷止哥过来那肯定是有别的事儿。我记得你说你会炼丹，缺少丹炉，正好我遇到一个，拍下来送给你了。一个鎏金的铜丹炉出现在他面前。哇，好东西啊！谢谢殷前辈，怎么好意思收你这么重的礼物呢？你炼出好的丹药送我一些，我留着也没用，等你修为提升到了分神期，帮我炼制一些丹药，算是还了我今日的人情了。好的，我一定努力修炼。凌风还好吗？挺好的，闭关修炼呢，这孩子人情世故还是历练的太少，等到了金丹期再出门历练，先提升修为。你小心武清渊，他奈何不了我，据说让俗世的弟子来找你的麻烦，你要多加小心，有事儿就传讯给我。温竹清脸色一变，那老巫婆是柿子挑软的捏呢，有本事你跟殷前辈硬刚啊！人都是挑弱者欺负的，只要他不是亲自出手，我都不怕。我得走了，后会有期。不留下来吃饭吗？我好好招待殷前辈啊。修行中人没那么多规矩，以后有空吧。说完人就消失了。温竹清心里的石头放下了，今晚终于是能够睡个好觉。武清渊食宿中的弟子厉害吗？咱们能应付吗？他不是还没来的吗？以后的事以后再发愁，现在想也没用。回家了。梁正远摇了摇头，该说他什么好啊？是乐观还是心大呀？回到家，袁成云已经醒过来，在院子里面晒太阳。袁道友，好点了吗？多谢温道友救命之恩，我没想到那个小鬼如此厉害，都有封印还能重伤我，差点丢了命。下次听人劝吧，这次是你运气好。袁成云有一些脸红，人家劝了，他没听啊，真的是好尴尬。我给你熬药去啊。温道友还懂医术啊，哎呀，真是佩服了。山医卜相不都要学的吗？袁成云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闭了嘴。他说的没毛病，只是人的精力有限，大多都会专攻一门。像他这样都会学的，那是少之又少，那是天才才敢去尝试的事儿。有了炼丹炉，温竹清并没有熬药，用丹炉炼丹试一试。一阵爆炸声响起，温家的厨房炸了，走出了一个黑乎乎的人，吓得梁正远都是汗毛直竖。这是什么僵尸吗？阿青呢？我这么大一活人，你看不到吗？让人修厨房嘛。我去山里了，别来找我。丢人呐！温竹清的脸都丢光了，这丹炉竟然还炸炉，在山里的深潭洗了一个澡。温竹清把自己和丹炉都给洗干净了，这才爬出来，用灵气烘干了头发，换上新衣服。丹炉丢在一旁，咕噜噜的转着，像孩子一样的玩。温竹清是头一回见到这么有个性的丹炉，不是个死物吗？竟然还会玩。你要不听话，我把你丢粪坑里去。丹炉马上就竖起来，
如果他有手，那肯定得双手叉腰骂温竹清，还骂得特脏。不管他什么脾气，不听话那就不是自个儿想要的，丢粪坑那都是轻的。先给扔荷包空间里面晾着它，回头再说吧。进了山，采了一些药材回去。温竹清还发现了不少有灵气的药材，这可是宝贝啊，给小山熬了补身体用，满载而归。回到家，厨房已经修好了。阿娘，你弄什么好吃的了？把厨房给炸了。小馋猫就知道吃啊，什么都没有，熬药没看住火候而已。想吃什么？阿娘给你做。爆米花可以吗？现在听到跟爆炸有关的东西，他就觉得头大。不过孩子想吃嘛，那还是要满足的。温竹清崩了2锅大米花，把孩子们给安抚住了，用普通的药炉子给袁成云熬了药。此时袁成云在房间里看着手里的传讯飞鹤，有一些挠头。宗门传信要杀了温竹清，如果不是同名同姓的话，那大概就是他了。温姑娘做了什么呀？要让宗门都要杀了他。药熬好了，温竹清给他送过来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，我那药炉子没用好，重新给你熬了一锅，你趁热喝吧。多谢温姑娘，太辛苦你了。袁成云突然就不敢喝这药了。温竹清知不知道自己跟天阴派的关系啊？温姑娘，你知道天阴派吗？什么派？好像听过，有事吗？袁成云有一些纳闷，他竟然不知情，难道不是一个人吗？你有事就说，吞吞吐吐的，我最烦这样子了。你要是不信我，干脆让你的人来接你走，我也不是非要留你啊。哎，不是的，温姑娘你别误会，我听人说天阴派要杀你。杀我？哼，我知道了，天阴派是不是武清鸾氏掌门？那个老巫婆还要杀我，太不要脸了。能说说你跟他们家的恩怨吗？我找朋友帮忙说和说和。不用了，谁说都不好使。那个老巫婆心眼真鼻儿大，还偷袭我。要不是阴前辈护着我，我现在都死翘翘了。随便他找谁来，我都接着。干不过是我技不如人，只要他不是以大欺小，我就不怕。只要不是修为差距太大，温竹清就有着自保之力。那些宗门历练的菜鸟们也不过是筑基期呀，世俗弟子能够有多高的修为？袁成云沉默了一瞬，自己喝吧。他最烦磨磨唧唧的男人了，这个姓袁的呀就不适合做朋友。温竹清吃了晚饭就早早的修炼，2个时辰之后呢，这才睡下。刚入睡就梦到了二丫头。姐姐，你说来陪我玩的，你骗我，我会来找你的。姐姐，你等着我啊。温竹清一下子就给惊醒了，这二丫头这么厉害吗？竟然还能够入梦。睡不着了，起床出门，在村外找了一个十字路口，点香烧纸，给二丫头捣鼓。你别不讲道理啊，我也没害你，还给你吃的穿的玩的，谁对你这么好了？我知道你可怜，也不想害你，可你要这样子被高人灭了，我也救不了你啊。哎，乖乖待着啊，姐姐会想法子救你的。你要闷得慌，姐姐明给你烧10几个小哥哥陪你玩。香着的不错，纸钱呢也烧得旺盛，看来二丫头是收到了。这次睡下一夜好梦。第二天，程勇来禀告，那个袁少爷走了，留下一封信，说是家里有急事儿，他的伤还没好呢。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儿吗？是嫂子去送的药，还聊了一会儿，我也不敢偷听。你要是敢偷听，现在已经死定了。走就走了呗，我还省了药材了，没多大事儿。突然走了，肯定有事儿。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我不是怀疑你什么，而是要多加小心。他问我天阴派的事，说了武清鸾那个老巫婆。那就是了，袁成云恐怕就是天阴派在俗世的弟子了。他想杀你，但是你又救了他，没办法，只能走了。怪不得他吞吞吐吐的，我还以为他性子肉呢。原来如此啊，梁正元，没看出来你还挺聪明呢。我一直聪明，你以后就会知道的。自恋，我去镇子上一趟。温竹清骑马去镇子上，给二丫头制作纸人。答应了人的事儿，你可以做不到，但是答应了鬼的事儿，你就务必得兑现，否则能缠你一辈子。许久不见的老刁头看到他非常的开心。姑娘，温家村的事儿我听说了，哎呀，可惜了那些孩子了。谁说不是呢？引以为戒吧。你会扎纸人吧？
会的。姑娘要什么？俊俏可爱的小哥哥，12个吧，漂亮的衣服、房子、玩具，总之孩子喜欢的都给扎出来，钱好说。纸扎花不了多少钱，温竹清直接要10两银子的，糖衣炮弹轰二丫头，看他还敢不敢吓唬自己这个金主。老刁头听完他的话呀，那忍不住嘴角都直抽搐，什么脑瓜子才能想出这种事儿来呀？不过呢，还是认命的接了，还收了成本价。跟他约好了时间，温竹清打算去买些东西带回家去，家里的大米好像不多了。大米多少钱啊？温姑娘来了，你要的话给你便宜，10文钱一斤，这可是今年的新米呢。要的多呢？温姑娘，这已经不赚钱了，您是老顾客，我才给您实在价呢。掌柜的会说话，温竹清也没有多计较。送1000斤到我家吧，还有这些杂粮，一样送50斤。好嘞，马上给您安排。大主顾啊！掌柜的笑得满脸的褶子，送温竹清出门。只是刚出来，一个妇人就跪在了门口。求掌柜的行行好，施舍一点米，我儿子高烧了，不吃东西熬不过去的，求求掌柜了。掌柜的看了温竹清一眼，让人取了一袋子碎米过来丢给他。拿走吧，我这儿不是善堂，我也要和东家交账的，帮不了你多少的。多谢掌柜的，您是好人，祝您健康长寿。掌柜的心情好了一些，待会儿会说话。女子起身，可刚迈步人就晕倒了。真是晦气，别死在我门口，东家不得打死我呀！怎么说话呢？弄一碗糖水来，这是饿的。你说说你，做好事就态度好点，谁没个难处啊？是，温姑娘说的对啊。掌柜的让人冲了一碗浓浓的红糖水，温竹清扶着妇人喝下去。不大一会儿，他终于是醒了过来。多谢姑娘，我得回去，我的儿子还等着我呢。我送送大姐吧。温竹清本来也需要积攒功德，遇到了就帮一帮，亲自送他回去。妇人感激不尽。他们住在城隍庙里，没地方住，只能够栖身于此。很多的乞丐流浪汉都聚集在这里，还没进去呢，就看到倒在路边的儿子。妇人惊慌地抱起来。小宝，你怎么样了？你别吓唬娘啊！女人，让你不识好歹，带着这个死崽子滚出去，这儿没你住的地方。你们这么丧尽天良，迟早要遭报应的。要是有报应，老子也不会活到今天。早跟你说识相点儿，让爷们儿舒服了，少不了你们母子俩吃的饭。到时候吃香喝辣的，哼，你偏不从，那就别怪爷们儿心狠手辣了。温竹清眯起了眼睛，真的是人渣哪里都有啊！你们欺负妇孺孩子，还很得意，报应不是不来，是时候未到。不过今儿算你们倒霉，遇到姑奶奶我，先替天行道了。哎呦，哪来的漂亮小姑娘啊？想管闲事儿，也不怕把你自己折进去。哎，你要是替他伺候我们爷儿几个，咱就高抬贵手放了他们。温竹清看他们一身肮脏的样子，实在是埋汰，下手都嫌脏，挥手凝聚出了一根灵气鞭子，狠狠地抽了下去。让你们嘴臭嘴贱，干脆做哑巴好了，神都当不好，做乞丐了还欺负人，你们这样的人渣不配活着，杀你们都嫌脏手呢。哼，最恨欺负女人孩子的畜生了，活着也是浪费空气，死了也占地方，你说你们有啥用啊？简直比垃圾还垃圾，扔到地里面当肥料都嫌臭得慌。温竹清下了狠手，打的几个人牙都掉光了，阿巴阿巴求饶的话都说不出来。哼，死了倒是便宜你们，仗着那2两肉都混成乞丐了，还想欺负女人，留着何用？不如喂狗吧。几个人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跪下来使劲地磕头。可惜啊，温竹清还是掀翻了他们，直接给废掉了命根子。腌了都嫌脏，这些个埋汰玩意儿，他怕看了都长针眼，干脆就用灵气断了他们的经锁。以后那玩意儿就是个摆设，除了尿尿就没什么用处了。就这都已经算善良了。别让我在镇子上看到你们，否则见一次打一次。乞丐们连滚带爬的就跑了。破庙里面出来7、8个小乞丐，
最大的12、13岁，最小的5、6岁，一起跪下。漂亮姐姐，谢谢你把他们打跑了，他们欺压我们乞讨，给他们赚钱，真的是坏透了。起来吧，不用道谢。你们的父母呢？不知道。孩子们眼神暗淡，有的是被拐卖的，有的是父母双亡，都是可怜人。温竹清丢下了一把铜钱，去买点吃的，待会儿我来接你们，以后跟着我混吧，起码能管你们吃饱饭。谢谢姐姐，姐姐你真像是仙女一样，心善又漂亮。妇人也过来道谢。温竹清抱着他的孩子，你也留下，我去找大夫给孩子看看病，待会儿来接你们。以后啊，这些孩子都由你来管教照顾了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愿意，愿意的。姑娘是好人。这个好人卡我收下了。他可以给孩子看病，只是呢需要用药，干脆就去了周大夫的医馆，吃了粥，然后喂了药，小孩子这小脸啊都红润了很多。这是药钱，我先走了。温竹清带着孩子回到了破庙，妇人和孩子们都翘首以待，看到他回来都松了一口气。我儿子怎么样了？还好，没大碍了，吃2天药就好，放心吧。妇人看孩子小脸干净，呼吸匀称，气色也好，抱着又落泪了。女人呐，这个真是水做的。温竹清也不劝了，让乞丐跑腿，雇了一辆驴车送他们回家。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人，回来的时候是一大串。你别不高兴啊，他们实在是可怜，我遇到了就帮一下。我没有啊，在你心里我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？我都是靠你养着呢，家里你做主，你的任何决定我都赞同。哎呦，真是会说话，跟小山学的吗？今儿晚上奖励你。梁正元眼神闪烁，奖励什么？是他想的那样吗？妾身夫君姓岳，娘家姓崔，家里排行第3，您喊我崔三娘就好。清和崔家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知道清和崔氏？天下9大姓氏，清和崔氏排行第3，这不是什么秘密。妾身是崔家旁系3房嫡女。哎呦，还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呢。9大姓氏都是门阀吗？你还知道门阀？你这什么眼神啊？看我像是文盲吗？咱好歹是读过历史的，这点常识呢还是知道的。我失言了，阿青足不出户便知天下事。哼！温竹清没有跟他计较，继续问崔三娘：按理说啊，你们夫家应该也门第不凡的，怎么会来这种小地方？我是来寻找我家夫君的，路上被下人背叛，联合山贼抢走了行李，杀了我的奶娘和丫鬟。我抱着孩子拼死逃出来了。我只听说夫君会经过这个镇子，想来打听一下，没想到孩子病了。我一个弱女子，她从小娇生惯养，这几个月吃的苦比过去10多年都要多呢。知道了，你也挺难的，能做到这一步已经不容易了。多谢太太相救，我现在走投无路，也不敢回家。下人背叛，我总觉得跟家族斗争有关。我们娘俩要是回去，怕是只有死路一条。我愿意留下来伺候太太，只求孩子能有口饭吃，等我夫君来寻我们。可别，你就在家里住着吧，我可用不起崔氏的小姐，就当是结个善缘了。不，我还是想帮太太做点事儿的，我不想占便宜。崔氏有自己的尊严，温竹清愿意帮助自己，他却不能顺杆爬，真把自己当客人了。你刚才说你夫君姓岳？温竹清眼睛一亮，想起了那个僵尸来。哦，岳千帆是你什么人啊？太太，你怎么知道我夫君的名字？你见过他？他在哪儿？他还好吗？温竹清和梁正远对视一眼，该说不说呀，这事儿还真就挺巧。岳千帆就是那个飞将，这该怎么跟崔三娘说呢？之前见过几次。你夫君呢，怎么说，也好也不好。你安心在家里住下，我帮你去寻他。太好了，崔氏谢过太太了。崔氏退到一旁，让其他的乞丐上前回话。他们的名字呢就非常的随意了，什么狗事儿啊、狗蛋儿啊。那我给你们取了名字吧，随我的姓氏，从大到小排列，仁义礼智信，正好5个。
2个女孩子嘛，一个叫温若兰，一个叫温若愚吧。多谢姑娘赐名。孩子们都很高兴，一个个脸上都带着喜悦的光芒，终于能够有个家了，不用做乞丐了。这些孩子还需要上户籍，我来安排。不过他们不是家里人，你是打算收了当孩子，还是当书童丫鬟，照顾几个孩子？我又没有给人当娘的瘾，几个孩子都够我操心了，还是当书童吧。行吧，依你。孩子们也没有什么失望之色，能够留下来就已经非常的满足了。温竹清把他们都给安顿好了，米店的粮食也送来了。家里添了人，多买些粮食吧。你家粮食还有多少存货？再给我送2000斤吧。行的，都要精米，不要糙米是吧？是的，犯不上省那几文钱。别人家里呢，这下人吃的都是糙米，温竹清家里却是一视同仁。想囤米吗？有备无患，又花不了几个钱。咱家地也没人种，不多囤点粮食怎么行呢？2000斤都嫌少，我都想囤一个库房了。看着满仓的粮食，心里才踏实啊。我来办吧，不会缺了粮食的。行，给了梁正远银子，他就不操心粮食的事了，准备去找岳千帆。他的妻儿找过来了，总得通知他一声。温竹清找到那个公侯风水的墓地，就感觉到阴气泄露，这墓地竟然凿出了一个大洞。哎呦，这是遭了盗墓贼吗？温竹清艺高人胆大，爬进了洞里。墓室可大了，陪葬品挺多的，一身华丽的蟒袍，可见墓主人的身份尊贵，浑身的珠宝配饰让他们眼珠子都红了。老大，难得遇到一次，不如都拿走，咱们也金盆洗手，足够咱们子孙几代人吃喝不愁了。不行，道义有道，不能都拿走，小心有命拿没命花。温竹清坐在墓室的屋顶上看着他们，暗暗的点头。这个老大挺理智的，是个人才。只是温竹清看着那尸首，怎么还有点眼熟呢？也觉得怪异。1000年过去了，这尸首怎么着也不会这么丰满呢？就在盗墓贼动手薅尸首脖子上的项圈的时候，那尸体被他扯的呀，跟着起身了。亲娘老子诈尸了！怎么可能呢？别吓唬自己，看这打扮，不知道过去多少年了，有骨头就不错了，还能诈尸？老大不信，可是接下来呢，那尸体竟然噌的一下就真的站起来了，直挺挺的站着呀，吓得盗墓贼们一阵惨叫，就跟一群尖叫鸡似的。温竹清，真的诈尸啊！你是什么东西？别过来啊！老子不怕你，你敢靠近，就拿黑狗血泼你了。我们只是取一点身外之物，不会伤害你尸身的，还请见谅。尸体带着冠冕，垂下来的珠串挡住了脸，看不出来这尸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。尸体丢了几块玉佩、金条给他们，盗墓贼们惊喜若狂。多谢老祖宗赏。得，有钱就是爹呀，这都喊上老祖宗了。温竹清扶额，没眼看，真是没下线呢。尸体歪了歪脑袋，都被气笑了，跟着跨出了棺材，惹得他们更加的紧张了，跪下说道：老祖宗，你有何吩咐啊？你们打扰我安眠，要你们点血不过分吧？这些财宝给你们，我不白喝你们的血。竟然是岳千帆呢，他搁这儿鸠占鹊巢呢。岳千帆是个飞将，喝了血呢就需要闭关一段日子，也省得一直出去找血。如果不是逼不得已，他实在是不愿意喝血为生。现在这送上门的血宝，岳千帆是不用白不用，他也不白喝呀，他给钱的嘛。反正这个墓葬里面最不缺的就是金银珠宝，盗墓贼们都吓傻了，这要是被喝了血，那还能活吗？老祖宗，我们错了，不要喝我们的血，我们这就走，再也不敢打扰老祖宗了。是你们打扰了我的安眠，现在想走啊，迟了。放心，不会要了你们的命的，我只要血啊！快点，别尿裤子，到时候弄脏了我的墓室，我可是会杀人的。你真的不害我们性命？哼，脏了我的手。行，你要怎么样？来吧。闭上眼睛，视死如归的模样，温竹清没忍住就笑出来了。这些对话听着怎么就不对劲儿呢？来就来了吧，看热闹也看够了，下来吧。温竹清一跃而下，盯着他身上的铠甲。你这是把人家的衣服都给扒了，真是不讲究，真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地盘了？不然呢？我也得有个家呀，
欢迎来我家，看看有什么喜欢的，你也挑2件。哎，我可没有血给你喝啊！我哪敢要你的血呀？你的血带着灵气，对我来说是毒药。这话不假，温竹清的血太干净了，是僵尸鬼怪这些阴物的克星。岳千帆活腻了才敢喝他的血。这样子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姑娘找我来，有事吗？你先忙你的，待会儿再说。好。岳千帆把人拉到旁边的一个陪葬室里，划拉开手腕喝血。这边温竹清看着盗墓贼老大问道：我看你有勇有谋，做点什么不好，干嘛做这行？祖传的吗？不是，生活所迫呀，姑娘。你是何人？我呀，你不需要知道。出去以后别做了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？有损阴德，活着不好吗？盗墓贼老大没敢吭声，只深深地看着他。温竹清无所谓，研究那些个陪葬品，还真就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宝贝，是个八卦镜。温竹清毫不客气的就收走了。真的不会死吗？不会，别反抗就没事。谁让你们自己送上门呢？回去啊，多吃点猪血、猪肝、鸡蛋什么的，好好补补，休养2个月就能好了。你们运气好，他是有理智的僵尸，要是换成刚苏醒的绿僵尸，只凭着本能和血，你们都得被吸光了。那就好了。很快的，岳千帆就喝完了。都滚吧！多谢老祖宗开恩。岳千帆摆了摆手，一阵的牙疼。有这样的不孝子孙，他棺材板都压不住了。只剩下他们俩。岳千帆问道：温姑娘大驾有何事？你妻儿来寻你了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可能呢？他们怎么会来？远在福建，隔着数千里地呢。岳千帆不敢想象妻儿居然会不远万里的过来寻他。温竹清把遇到他们的经过讲了一遍，岳千帆差点都落泪了。妻儿竟然这么惨，差一点就死了。温姑娘，我也不说谢谢了。以后只要你能用到岳某的地儿，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我也不需要你做什么。你不想见见你妻儿吗？我这副样子怎么见他们呀？那我怎么跟他们说？说你死了吗？我这样还算是活着吗？岳千帆很爱他的妻子，可是为了他们未来的生活，他已经没有资格再参与他们的生活了。我不喜欢自以为是的人，总是想着为了你好，我可以牺牲一切，却从未想过这个牺牲是不是对方想要的。你妻子不远千里来寻夫，勇气可嘉，她对你的感情我都感动了。你要是打算让她改嫁，对你死心，那就不要出现，我会帮她走出丧夫的阴霾，重新找个好人家嫁了的。至于你儿子，肯定还是你的姓氏，长大会回你老家，夺回属于你的家产，继承你的一切，这样安排可好？明明是很好，可是岳千帆想着妻子会跟另外的男人恩恩爱爱，这心里就疼痛难忍，抱着脑袋不说话。哼，哎，男人啊，都是自私的，都有着可笑的占有欲。你不想让妻子改嫁，她那么年轻，守着对你的思念过完余生吗？那才是真的残忍啊！我都告诉你了，怎么决定你慢慢想。这个八卦镜我拿走了啊。你随便拿吧。他不在乎这些，他只纠结该如何面对妻子。温竹清不理他了，这种事儿没得劝，得自个儿想清楚。回到家里，梁正远的房间里面还亮着灯，温竹清就去看了一眼。怎么还没睡啊？熬夜对皮肤不好，早点歇着了啊。梁正远的眼神有些小委屈。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啊？什么呀？你说奖励我的。哎呀，这个呀，看我这记性，确实忘记了。哎，这个送给你。从空间荷包里面取出了2套成衣。我一直想着孩子们，忘了给你买衣服了。试试看，合身吗？我不会针线，当然我也不会给你做，你别想得太美了。梁正元眼神复杂，竟然是给他买了衣服，他果然是想得太美了。多谢，你早点回去睡吧。啊？你不试试吗？你想看着我试衣服？哦，没有，你慢慢试。晚安。晚安。感觉他好像不高兴了。哼，送你衣服还不高兴吗？果然，男人心海底沙，
真是难猜啊！哎，算了，不想了。温竹清回到自己的房间，研究那个八卦镜，只是没什么头绪，就挂在了床头上，躺下睡觉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刚睡下不久，八卦镜就显出了一道鬼影，狰狞地笑着，想要扑向他，被八卦镜给收了进去。温竹清又做梦了，看到一个厉鬼狞笑着扑向他，刚要动手呢，那厉鬼就被一股子吸力给弄走了，一脸的懵。不是，怎么着啊？你就过来打个招呼啊？翻个身继续睡，也是心大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嘛。厉鬼还敢来的话，那睡觉也能灭了他呀。温竹清睡得香呢，那远在百里之外的一座山洞里，一个浑身黑衣的老者突然就颤抖了一下。这么快就给灭掉了？这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天阴派这个好处也不是那么容易拿的呀。温竹清是一无所知，一觉醒过来只觉得神清气爽，床头的八卦镜好像光滑了一些。温竹清也没多想，用不上就挂着呗。家里的人口现在是越来越多了，崔三娘帮蔡大娘处理家里的事情，她是崔家女儿，从小学着管理内宅，处理这些个事情比蔡大娘要更快，效率还高。温家的这点事儿，崔三娘出手那都是大材小用。我知道你夫君的下落。真的吗？他在哪儿啊？肯定还活着是不是？很抱歉，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那尸首呢？崔三娘已经想过夫君可能已经不在了，可是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啊，她好带着夫君回家入土为安。尸首吗？回头带你看一眼，已经埋掉了。你要是想带回家，只能烧掉带着骨灰，这么远的路可不是一件小事。不管多难，我都得带着夫君回去的。好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等月离养好身体吧，你也得好好养养，别落下病根了。多谢姑娘，姑娘大恩，我崔家一定涌泉相报。我已经给哥哥写了信，哥哥会来找我们的。夫家的人靠不住，崔氏只能够依赖娘家。那就好，我算一下，10天之后是个好日子，我让你见一见你夫君。好。崔氏非常的激动，能见夫君一面，他也知足了。姑娘，我想跟你说一说府里下人管教的事情，你要信得过我，我可以帮你整顿府里。可以的，辛苦崔娘子，暂时委屈你做我府上的管事姑姑了。现在的下人还是少了，家里的地方也小，如果可以，还需要扩建，这样住着更舒服，能有规矩。这个宅子也就住3-5年吧，孩子大一些，肯定要去府城求学，走万里路，长长见识，不能一直窝在这个小村子里的。梁正远没想到他想得这么远，心中温暖。阿青是真心喜欢孩子们，为孩子们考虑的。可以扩建，这儿是祖宅，不管走到哪儿都要回来的。反正也花不了几个钱，正好把私塾也给建出来，让更多的孩子都能过来读书，也是一件功德。行吧，你做主。温竹清想了想，还是要赚钱的。孩子越大，花钱越多，哪儿都得用钱。他帮人看事儿，解决困难，那是一竿子的买卖，还是得有一个长久的稳定来源才行。你香皂厂收入如何了？还在等薛少东家回款呢，路有些远，得耐心等一等。薛少东家的意思是在各地都建造厂子，这样减少路上的花销，减少开支。不过这又是一笔不小的投入。香皂销路倒是打开了，卖得还不错。温竹清点点头，薛不凡能这么想也挺超前，开分厂嘛，应该支持。咱们掏这个钱，用人也自己选，要可靠的。我这儿还有2万两银子，你拿去用吧。用你的钱啊，不太好吧？你用的还少吗？也是啊，一次是呢，2次是呢，这拿着拿着也就习惯了。现在说这个就矫情了。好吧，都听你的。咱们投入多，占据的份额就大，话语权也就大。人心隔肚皮，谁知道薛不凡以后会怎么想？如果可以，温竹清都想把销售也给抓在手里。崔氏听他们聊天有一些不可思议，在这家里好像温姑娘才是一家之主，男人都得听她的。商议好了这些事儿，崔氏就是家里的管事姑姑，谁都得听她的，仅次于蔡大娘。梁正远又找来施工队扩建宅子，修建私塾，再一次的轰动全村。梁礼正和几个梁家族老过来找到梁正远。梁老大，
你有能力修建私塾，造福全村，这是好事儿。我们有个不情之请，想跟你说说。你们说，我听着。既然是修建私塾，不如把梁家祠堂一起修一下，祖宗泉下有知，也会保佑我们村越来越富贵，越来越兴旺啊！多出几个秀才巨人老爷，咱们村子可就发达了。可以，不过我有个要求，祠堂和私塾修在一起，祠堂占据1进的院子，私塾占2进。既然修一次，就修大一点，将来附近村子的孩子们也能来读书啊。这让别的村子的孩子也来读书，这不太好吧？这不是被他们占了便宜吗？咱们村的孩子不收束修，别的村子收，怎么是他们占便宜啊？大家都有好处啊，一举数得。这个好，还是梁老大有法子，那就按照你说的做了。还有件事儿，我们家孩子多，地一直没有种，我看村子南边有一片荒田，不如分给我们家开荒，算是我家的地了。没问题，你为村子做了这么多，要一些荒地都是对不住你了。官府有规定，荒地3年免税，5年税收减半，回头去官府走个手续，这事儿就成了。多谢李正了。应该我们谢你才是啊。梁李正很是欣慰，梁正远是他们村的人才啊。温竹清不操心这些，去了镇子上，今儿个该取纸扎了，给二丫头捎过去。这个二丫头不解决，那总归是个麻烦。不过呀，这真的是怕什么就来什么。温竹清拿着东西去温家村，却看到阴纸阁的阵法都被破了，这石塔里面空荡荡的，一个阴魂都没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温竹清想了想，施展招魂术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人。只可惜这方圆100里地竟然一个阴魂都没有，就真的是很诡异。一股凉意从尾椎骨冒起，直冲头顶。温竹清觉得自己岌岌可危的寿命怕是也守不住了。二丫头要是害人，虽然不是她承担所有的因果，总得沾染一些，后果是可想而知的。呆立许久才冷静下来，看着一地的纸扎，温竹清还是麻木地烧了起来。总不能浪费了呀，纸扎这玩意儿那活人也用不了啊。二丫头啊，我答应你的东西都给你送来了，可惜你收不到了。姐姐我呀是真的想帮你的，只是我能力不够呢。只希望你别去害人，这一世苦，可是不害人，不沾染罪孽，还有下一世的，犯不上毁了自己。你要听到了就别害人，听姐姐话，好不好啊？一阵阵的火焰飘散，纸扎的灰飘得老高，就好像在回应温竹清的话一样。这说明二丫头已经收到了她的东西。温竹清也不着急了，事到临头可不能乱。想了想，把张老魔给放了出来，眼神有一些心虚，好像对人家也太不地道了。这每次有用的时候给放出来，还忽悠人家做事儿，自己截胡。温竹清觉得张老魔不黑化，那都已经是心态好的。张老魔非常的平静，没有以前咋咋呼呼的，沉稳了不少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让你白干活的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无辜的鬼魂可不行啊，这有伤天和。张老魔眼神平静，就好像立地成佛了一样，看透了人生了都。我不怪你，真的是我太天真了，以为你实力不高，单纯好骗，却没想到我活了100多年，竟然还有看走眼的时候。所以我只恨我自己当初为何要追着你出来，我为什么要被你无辜的外表所蒙骗。张老魔说着说着都快要哭了，一失足成千古恨呐。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那就挺好，不要怨天尤人，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的哈。咱们现在握手言和，我不会灭了你，你也别忽悠我行不行？我能说不行吗？张老魔已经认命了。说吧，又遇到什么棘手的事了？要不然你也想不起我来。您老多博学啊，什么事儿难得住您呢？只要你想，没有解决不来的事儿。别戴高帽子了，说事儿。张老魔算是看透他了，越是嘴巴甜，就越是没好事儿。您看呐，这是渡劫真君那个领域，一个女鬼被我用功德洗清罪孽，投胎走了，但是还留下一个，在这石塔里还有那么多女婴的魂魄，原本被人封印的，现在突然都不见了。你觉得这是怎么个事儿呢？张老魔飘到了石塔上，感受了一番。
这是鬼修做的，被人给收走了。鬼修？真的有鬼修吗？和你们魔头是不是一样？正道人都杀之后快那种？也不是，比我们魔头好很多。人家是用鬼魂修炼，世间游离的鬼魂太多，就算是鬼修不用，也会消散到天地之间。只要鬼修不是用生魂修炼，正道人不会消灭鬼修。鬼修也有自己的门派，叫做冥鬼门。有的时候，正道中人遇到怨气强盛的鬼魂，还要求助人家。这个门派一向低调，游走于世间的弟子也不多，没想到会出现在这儿了。当初那些门派为何不请冥鬼门来帮忙呢？找谁帮忙不用付出代价呀？冥鬼门的人不喜和正道中人打交道的，都是独来独往，想请动他们那可不容易啊。佛门出手足够了，而且冥鬼门出手都是吸纳鬼魂，甚至折磨，让鬼魂怨气大增。说起来也是不人道的，正道中人也是不屑与之合作的。这个冥鬼门啊，也不是好东西。他们抓走二丫头怎么办？能练出真君领域的鬼魂，那可是大宝贝啊！肯定要让你说的那个鬼成了他们的傀儡。一旦收服了二丫头，渡劫真君之下，那横着走了。这么说，我就是找到了也奈何不得人家。当然，你一个小菜鸡想跟人家冥鬼门的人斗，我都不想嘲笑你自不量力了。唉，这样也好，二丫头不会害人了。就算是害人，也跟我没关系。我和他的因果也算是结束了。是的。张老魔跟温竹清学的，那说话也是怪腔怪调，惹了温竹清一个白眼。哎，当初我说吸收了这里的阴气，让我来修炼，说不定还能吞噬这个领域呢。现在倒好，就这么荒废了。你要是有了真君领域，早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，还能控制得住吗？那是绝对不可以的。宁可咱们绑在一起让我折磨，也不能看你强大，反而来报复我。我又不傻。张老魔看出了他的心思，也是无奈。这就是一个死循环，除非他乐意臣服温竹清，做他的奴隶，生死都在他的掌控之中，否则这姑奶奶是不会看他强大。温竹清心事重重的回了家。冥鬼门的事情，温竹清没有跟任何人讲，说了他们也帮不上忙，不过是跟着着急而已。再说了，冥鬼门只是收了那些个鬼魂，并没有对他动手，是敌是友还难说呢。温竹清只能等着看看情况。夜里，温竹清并没有躺下睡觉，而是打坐练功。有了冥鬼门这个隐藏的威胁在，温竹清迫切的需要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。刚入定，一阵阴风刮进来，这次来的是5只小鬼，看着帷幕里的影子，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靠近。可是刚离得近了一些，这八卦镜就泛起了亮光，把鬼给吸进去了，就好像从来没来过似的。温竹清打完了坐，眉头一皱，感觉到了屋子里残余的阴气。有脏东西来过吗？怎么他没察觉就走了呀？温竹清散发神识，感受到家里人都好，也就不多想了。黑衣老者再一次损失了5个鬼魂，就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。温竹清终于是得了几天清静的日子。很快的10天过去了，到了与岳千帆见面的时候了。咱们现在走吗？走吧。带着他去了山上提前准备好的坟墓里。温竹清算好了时辰，让人打开了棺材。岳千帆早就躺在里头了，只是温竹清看一眼就恨不得扇他一巴掌。这个人竟然把自个儿捯饬得特干净，穿着玉白色的长衫，戴着玉冠，脸色惨白的，不用敷粉，看着呢都挺帅气。这是想给崔氏留下好印象呢。可是你也不想想，你都死几个月了，你还这副样子，那正常吗？果然，崔氏瞪大了眼睛问道：温姑娘，我家老爷他的尸身不腐烂的吗？这个地方好，阴阳2气平衡，能保持人尸身不腐，是你家男人运气好，会找地方睡。温竹清只能帮他圆过来。妈姐，你醒醒啊，陪阿离玩会儿吧。老爷，你放心吧，我们遇到贵人了，以后会过得很好的。妾身会教导阿离读书成才，科举高中，光宗耀祖，不会给老爷丢人的。
你别只想着孩子呀，你还这么年轻，一辈子这么长，不如改嫁了吧。岳千帆的身子颤抖了一下。这女的怎么居然改嫁呀？虽然他很纠结，可是听到妻子改嫁，他还是会难受啊。不了，崔家没有二嫁女，会有阿离陪着，不会孤单，也不想改嫁。可是，这是岳先生的遗愿，他希望你过得好，有好的男人能照顾你们，不让你们受欺负。老爷什么时候说过的？托梦的，我找到他的魂魄问过了。这个没撒谎，岳千帆亲自讲的呀。夫君对我情深意重，我更不能对不起夫君了。天下好男儿何其少，我不敢奢望能遇到比夫君更好的人了。行吧，你自己决定就好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看来姓岳的也算是个好丈夫了。这两句说得好啊，姑娘真是有大才学、大智慧的。别夸我，我会骄傲的。这么一打岔，崔氏心里的难受也淡了一些。见了见了，烧了吧。岳千帆差点从棺材里跳出来，怎么就要烧了自己呢？又是温竹清闹的幺蛾子，他看出来了，这位就是见不得自个儿好。娘，爹的手指都动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啊？崔氏仔细的看他的脸，还抚摸了一下，冷冰冰的呀，就是个尸体嘛。这鼻子底下也没有热气，死的都透透的了。突然这心里就冒出了寒气。都说小孩子的眼睛是最干净的，能够看到很多大人看不到的东西。会不会是冲着什么了？姑娘，快点烧了吧。他对岳千帆是感情深厚，可她也是一位母亲呢。为了孩子好，再一次狠下心来，要烧了丈夫的尸身。确定了吗？那我就开始堆柴火，准备纸扎、纸钱这些东西。烧了它也有很多讲究啊，麻烦姑娘了。跟着来的人都已经开始准备了，等时辰一到就烧了它。岳千帆忍不住睁开了眼，偷偷的瞄了崔氏一眼。他终究是不能与妻子白头偕老了，只是他忘了自个儿的儿子了。爹睁开眼睛了。崔氏这压根儿就没有觉得什么惊喜。老爷，阴阳殊途，你安心走吧。我们缘分尽了，别舍不得孩子，妾身会照顾好的。温竹清也有一些无语啊。赶紧烧了吧。岳千帆这是何苦呢？崔姐，你带着孩子回去吧，这里我来烧，到时候把骨灰给你带回去。不，怎么也得让孩子送他爹爹一程，这是孝道。多给他烧点纸，不让老爷在底下没钱花。行吧，崔姐仁义。那个岳老爷还说要12个漂亮美女呢，也满足他吗？岳千帆差点没蹦出棺材，这是污蔑，他什么时候说过了？崔氏的嘴角抽搐几下。烧吧，人都死了，就是在底下造反都行，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了。反正人死了也不怕肾虚，身子不好什么的，100个也给他了。崔姐真是大度啊，我挺喜欢你的性子呢。岳千帆气得恨不得蹦出来，不带这么诋毁他名声的，他多洁身自好的一个人呢。岳千帆的尸身当然是不会被烧坏了，这么点柴火又不是异火，烧上几天几夜都没问题。温竹清挺损的，偷偷丢进去一头野猪，烧完了你总得有些骨灰吧。大火烧完，温竹清捡出了一些骨头与骨灰，装在了坛子里。回去吧，每天给他烧点香，摆点贡品，心意到了就好。谢谢姑娘。不客气。他们回到家，让崔氏带着孩子回自己的房间去，人家还难受着呢，得缓一缓。家里竟然来了客人，是许县令的2个儿子和闺女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爹娘知道吗？温姨，我们父母知道的，不信你问管家，他送我们来的，只是要打扰温姨一段时间了。家父现在有点忙，顾不上我们。县衙出事了吗？也不算是出事，就是来了几个很棘手的客人。母亲不想父亲担心我们，让我们出来避一避。什么客人啊？又是太监吗？是宋臣来了。这是什么人？很厉害的吗？也是太监，但是现在宫里的太监
都是他的干儿子、干孙子，是历经3朝的元老太监。那也很牛逼的呀！能够历经3朝，哪怕是头猪，那都是与众不同的。要是朝堂上的3朝元老都能罢黜皇帝，看来这次真的是不好办了。行吧，你们安心在这住着了，我让人给你们收拾房间。隔壁有私塾，先生教导的也不错，不会耽误学业的。麻烦文姨了。许千松温顺有礼，端方少年，温竹清看着也挺喜欢。家里多了客人，倒是热闹一些。梁正远不知道做什么的，就格外的忙，就连夜里有时候都不回来。程勇现在管着乡道作坊的事儿，还训练着村里的青壮，组织了一个巡逻队，夜里会轮番巡逻。村子里的防卫很是森严，陌生人如果要出现在村子里，立马就会被各种的盘问。村里的人都忙起来，就没心情什么东家长啊西家短的扯舌头。只是吧，这一锅粥里呢，总得有几颗老鼠屎。梁正远与家里决裂，带动村里人一起赚钱，唯独就不管自己家。村里人鄙视的眼神气得俩老的都病了，卧床不起，就让梁正远的弟弟梁正强去找他。总不能爹娘病了你都不过来探望吧？梁老二没有见到梁正远，而是见到了温竹清。我大哥呢？他现在有能耐了是吧？亲弟弟都见不到一面了。出去了，忙着呢，有事说事儿，没事滚蛋。爹娘都病了，我找他去看爹娘。死了吗？你这个女人怎么能如此恶毒呢？那也是你公公婆婆好不好？你竟然咒他们去死啊！你激动什么？我只是问你一个事实啊。俩老的当初拿走我们家的钱，盖了大房子，过上好日子，就把我们一家人踢出来了。当初说好了，他们由你们兄弟养老，跟我们家没有关系了。除非生死，我不觉得你应该来。爹娘都病了，你还计较这些？哼，别这么说呀，我为什么不计较？他们病了是你们俩照顾的不好。再说了，老人嘛，生老病死不是很正常的吗？梁正远是神仙，给他们一口仙气儿，人就活了。我能做的就是帮他们100年之后找个好点的风水宝地，入土为安，这已经是他们的荣幸了呀。梁老二都无语了。我找我大哥，我不跟你说。请便。梁正远忙得我都见不到人，希望你在你爹娘死前能找到他。真是奇了怪了，人病了不找大夫，来找你大哥，他是大夫吗？想干嘛？道德绑架？还想让他出钱的吗？占便宜也得有数啊，做人不要太无耻。梁老二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黑着个脸就走了。回到家，面对父母期待的眼神，大哥没在家，我让那女人一顿骂给骂出来了，我就不该去。那个女人是一般人吗？啊？这个不孝的东西，我亲自去，有本事啊，他就看着我死在他家门口。他们一家子吃香的喝辣的，让父母等死，还有没有良心呢？别折腾了，别忘了他做什么的。真的弄口棺材给你埋了，你上哪后悔去？他敢？为什么不敢？我大哥不能人道，说不定都没同房呢，能拿捏住人家。说是梁家，我看就是温家。没看里面住的人一大半姓温吗？这么一想还真是，除了梁家的几个孩子、下人、客人那都是姓温的，梁老头也没辙。去镇子上请大夫来吧，总不能真的等死了。好吧，拿钱呀，没钱哪个大夫能来？梁老太太气死了，最终还是掏出了几百文钱，让他去请大夫来。他还是很惜命的。温竹清不关心梁家老宅的人在做什么，一心修炼，还有研究丹炉。这家伙就没有炼成一炉丹药，这真的是很鸡肋。张老魔也被放出来了，他有修炼上不懂的事儿，还得张老魔解惑呢。不过这张老魔也坏得很，有的时候啊就故意的给指错路，想看他经脉错乱。结果温竹清啥事没有啊，反而还突破了。谢了，我筑基5层了，等我到了金丹期，我就找明鬼门那家伙算算账。你金丹期，说不定人家都大成期了。你别忘了，那些女婴的魂魄可是能释放出渡劫领域的。仙人自有妙计，你死了我都不会死。打开了房间，小满等在门外。进来吧，小满有事啊？阿娘，我最近丹田发热，是不是要突破了？哎呦，这么快啊！小满真是厉害，阿娘给你看看。盘膝坐下啊。
小满听话做好了，小脸一片的认真，用灵气在他的身体里游走，在丹田聚合，真的是要突破了。这孩子的天赋是真的好。跟着我的灵气脉络走啊，以后打坐就按照这个来。还有啊，如果有人指点你灵气脉络，你觉得不舒服，那就别硬来，肯定是坑你的。换个相反的路子走，大概就是对的了。张老魔就觉得自个儿被内涵了，他竟然知道自己的小手段，这姑娘可真的是坏得很。到底谁才是魔头啊？小满运行2周天，已经记在了脑子里了。我记住了，谢谢阿娘。没事啊，也别总修炼，该玩就玩哈。想吃什么跟蔡奶奶讲，别什么都给小五吃，惯得他毛病。我知道了，阿娘。小满很享受他的关心，温家人都玩得开心，这梁家呀就更加的凄凉了。周大夫过来看诊，知道梁家的情况，很看不上这2个老的做派。听着梁家俩弟弟数落梁正远，周大夫这个脾气也忍不住了。你们要点脸，那是你大哥，养着你父母应该不是给盖了大房子了吗？没听说还要养弟弟、养侄儿、养女儿的。你们要是有了孙子，是不是还指望着别人养啊？他前辈子造了多大的孽，这辈子托生到了你们家，被你们这么压榨，这病老夫不看了。看好了还有力气去找人家麻烦吗？你这大夫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这是我们家的家务事儿，你以为你是县太爷呀？你还管着我家的事儿了？哼，老太太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以为我稀罕管你们家呀？不瞒你们说，温大师跟我是忘年交，我还有很多脉案请教温大师呢。你们不喜欢温大师，老夫还不看了呢。告辞了，出诊费也不要了，当老夫做善事了。哎，你别走啊！这镇上就你一家医馆，你不管，我爹娘怎么办呢？放心，死不了。周大夫头也不回的就走了，直接去了温竹清家。周大夫啊，你怎么会来？有事儿啊？也没什么，你公婆病了，小叔子请我来看病，满嘴的不说人话，把我给气的，不给他们看了。温竹清心里一暖，这老大夫为他打抱不平呢。犯不上，他们来找我，让我给怼回去了。我们已经分家了，就算是不分，我也不会惯着他们脾气的，还敢跟我耍横。我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，弄死都行，真是不知所谓。亲生父母要是下杀手，会遭天谴，会反噬的。毕竟父母生了你一场，这就是你欠下的。可是公婆算什么呀？温竹清自始至终都没把梁家人当盘子菜。那就好，我整理了一些医案，你帮忙指点一下。温竹清被迫干活，周大夫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这么好学。温竹清心生佩服，竭尽所能的帮周大夫解惑。温姑娘真是博学呀！你要是开医馆，不知能挽救多少人呢，是天下百姓的福气啊！温竹清心中一动，治病救人也是功德呀，他或许可以从这个方面来入手。我这儿总结一套专门针对孩子退烧的药方，是一剂退烧贴，贴肚脐的，效果还不错，送给周大夫了。我的药方能救了孩子呢，也是治病救人了。这多不好啊！没什么不好的，老大夫要是觉得占了我的功劳，那就跟患者说一声，是我温竹清研究的药方，也是为我扬名了。好，那老夫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温姑娘心怀天下，真的是大好人呐！快别夸我啦，我会脸红呢。温竹清掩嘴笑，嘴上说的谦虚，神态却很是得意。阿娘，饭好了，请周爷爷来吃饭吧。真是好孩子呀，爷爷这就来。吃了饭，周大夫就告辞离开。温竹清用自家的马车送他，还准备了排骨、五花肉、煮好的血肠等等。这已经蹭饭了，哪好意思再拿呢？可舍不得。这是给婶子的，你别替她拒绝了啊！我都在你家蹭了几顿饭了，你要是拒绝，那我以后去镇子上都不敢在你们家吃饭了。那行，我收下了，回头记得带孩子们来家里玩啊。一定的。梁家那边还在村口蹲守周大夫，除了他也没人能够帮爹娘看病了。结果是温竹清的马车送他走的，梁家兄弟俩可不敢拦着，两个人垂头丧气的回去。要是想给二老看病，只能是送到县里去，那这花销可就大了，他们可舍不得这个钱。二老的病不要命，但是呢挺痛苦，一听去县里打死都不去，就这么在床上熬着。还别说啊，这古人的身体真的还挺抗造的，熬了几天
又是好转了一些，可以下床了。梁正远还是没回来，作坊的管事来找温竹清主事，温竹清处理的也很好，他只是懒得管，并不是做不来。转眼之间呢，就过去半个月了，梁正远还没有回来，倒是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还是夜里来的，是镇上的恶霸，接替了梁勇主持镇子上的事情。曾老爷，这么晚来我家里，什么事儿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打扰温姑娘了。我此次过来还请保密。放心，我想去告发你，也不知道找谁告去，也不知道你怕什么。温姑娘是真会开玩笑。最近有人在调查你家男人呢，还有几个孩子，事无巨细，调查的特别仔细。我觉得他们不像好人。又来？这些人有什么特征没有？有的，有点娘，没有胡子。我还想着他们会不会是太监呢？哼，你猜对了，还真是太监。多谢你告知啊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了。他们有没有怀疑什么？哼，那倒是没有。我的人都帮你们隐瞒了，这点忙还是要帮的。其实吧，你大可实话实说的，我家也没什么不可告人的。你这么一撒谎，倒是显得有问题了。是这样吗？哎呦，那我不是好心帮倒忙了？不，也不能这么说。我还是很感谢你的好意，不过你自己要小心了。之前那些太监祸害的县里民不聊生的，你在镇子上也没什么油水，他们大概懒得搭理你，就怕万一呀。太监这种东西最是多疑、自私、残忍，可不好打发的。曾红咽了一下口水，被他说的是心里直发毛。温竹清拿出了几张护身符，一张传讯符送给了他。你和家人都带上护身符，这张是传讯符，要是有麻烦，撕开符纸我就知道了，我会去救你的。哎呀，太感谢了。曾红一颗心重新放回了肚子里，道了谢，从后门悄悄地离开了。县衙里，一个身材瘦小的老头，光头光下巴，就连眉毛那也是光秃秃的，这就是大太监宋晨。他屋子里还有一个人，吊儿郎当的包着花生吃，这是青天剑监正最小的弟子，叫做于承风，已经是金丹期的修为了。夜深了，于真人早些安置吧，咱家也要睡了。哎，你说说，让我来帮你，结果屁事儿没有，我来干嘛来了？总有真人出手的时候，杀鸡用宰牛刀啊。于承风一想也是，那我先走了啊，明儿我会出城逛逛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机缘，有事儿用传讯符吧。好，真人随意。回到房间开始打坐，功课不能落后，回去师傅得检查，要不然得挨揍的。宋晨这边呢，也在看着各地送来的情报，从他进入县里，原本已经断了的线索又有了新的眉目。各地不断的传来小皇子的消息，牵制了东厂很多的人手。但宋晨是谁啊？这时候出现线索，那肯定不正常。既然不正常，那他就更不会走了。他有直觉，线索就在这个县里。加上朱太监与魏千燕两拨人马铩羽而归，还有梁家最近的一些事情，宋晨的目光就落到了梁家的身上。这个梁家有点意思。宋晨决定亲自去探查一番，他有了怀疑，就不信任何人的线索了。第二天，宋晨只身一人出现在了村口，马上就被拦住了。你找谁啊？宋晨很是意外，这小小的村子竟然还有人守卫，这是想要干嘛呀？我走亲戚呢。哪家的呀？守卫尽职尽责，一天给30文呢，还不累，那肯定得尽心啊。可惜呢，这次遇到的却是宋晨，都没看清他怎么出的手，两人就倒地不起，不一会儿就没了呼吸。不自量力。宋晨把人丢到了草丛里，短时间也没有人会发现，他却不知道这一幕落在胡三祥夫妻俩化身的山羊眼中，正嚼着草呢，突然就看到他杀人，吓得眼珠子差点都冒出来了，忍不住的就咩咩的叫起来。宋晨白了他们一眼，两只羊都吓喇了，那狂叫着就跑了。宋晨没在意，两只畜生而已。温卓清听着崔三娘安排温桑桑的婚事，这些规矩他都不懂。温桑桑认真的听着，不断的请教一些问题，学习长家之道，两人聊得很是投机。温竹清听的呢，却打起了盹来，一阵咩咩咩的羊叫声把温竹清给突然惊醒。
事了？带着孩子们回内宅，没我说话，不要出来。啊，出什么事了？我可以帮忙的。别添乱。温桑桑拉着崔三娘就走。咱们安全了，姐姐才能够专心的对付敌人，不要添乱，这是咱们唯一能做的了。好，我不添乱。崔三娘找到月离还有小五几个孩子，一起藏进了内宅。温竹清一跃而起，发动了宅子的防护阵法，一道看不见的光圈升起，连同隔壁的私塾一起照了起来。温竹清则看着村口，等着敌人出现。2只山羊还在告状呢。去把你们家孩子也领回家去，找李正来见我，还有程友，分头行动吧。2只羊有了活干，四蹄翻飞，跑得极快。白色的狼崽子已经长成了半大的狼了，蹲在温竹清的身边，很是威风。宋晨一路走过来，目光自然而然的就被最大最气派的房子给吸引了，自然是先过来查看一番。结果就看到一个漂亮的青衣少女，面色冷肃的盯着他。小小山村竟然有你这样的人物，果然有问题。宋晨的出现让温竹清瞳孔微微的收缩，不是忌惮，是被恶心的。这人怎么就跟个煮鸡蛋似的，白生生的脑瓜子，没有眉毛，多了的五官就好像画上去似的，可不是个煮鸡蛋吗？你才有问题了，煮鸡蛋头。我问你，为何要杀我村子里的人？你是何人？眼里可有王法？煮鸡蛋头。宋晨愣了一下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，这是说他呢。你说咱家是什么？还是个无根的煮鸡蛋头。烟蛋呢，来我村子里撒野，你可就找错地方了。宋晨大怒，多少年了，已经没有人敢拿自己阉人的身份说事儿了，他怎么敢的？丫头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别以为你会点道法，咱家就怕你了。跟朝廷作对，你是找死！你一个阴贼，竟然能代表朝廷了？哼，我读书少，没出过门，也没什么见识，竟然没听说咱们朝廷是阉人做主了吗？宋晨脸色一白，这话传出去对他也不利呀。他好厉害的嘴皮子。你知道咱家是什么人吗？我无需知道，只知道你一言不合就杀了我们村的人。你这样草菅人命，哪怕你是皇宫贵族，也得给我们一个交代，给天下百姓一个交代。举大义树大旗，谁不会啊？温竹清大义凛然，充满愤怒的眼神竟然让宋晨有一些躲闪。弱者就该死，想为他们出头，也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宋晨突然出手，他内功极为深厚。温竹清欺身而上，来了一个硬碰硬，2人一起后退，打了一个平手。不过温竹清只退了5步，而宋晨则退了6步，落了下风。哼，侠义武犯禁，你今日敢对咱家出手，你可是死定了，连同你的家人，你村子里的人，通通都得给你陪葬。老阉贼，你该死！我最恨别人威胁我了。宋晨也取出了自己的兵器，竟然是2把峨眉刺，很冷门却诡谲的兵器。哼，区区兵刃，你以为你能赢得了我吗？温竹清从荷包里翻出了一个盾牌来，是搜刮那些宗门弟子的，还多了一把匕首，匕首带着寒霜，是冰属性的匕首，实为罕见。虽说内力修行到了登峰造极，也能打败修行者，不过老阉贼，你还差得远。今儿就让你看看什么是鸿沟。有了盾牌，温竹清打得他是步步后退。宋晨甚至都使出了看家的本事，石灰粉、毒药水、靴子里藏的匕首，都被温竹清轻松化解。老阉贼，你就这点本事吗？你人也阴险，耍的招数也阴险，就没有点光明正大的本事了吗？你这样的阉贼一辈子都成不了气候，也就仗着活的岁数大，当个老王八，弄些徒子徒孙的捧着你，让你把自己当个人物了。温竹清不仅打得狠，这嘴巴更是损，差点把宋晨给气死。你知道咱家的来历，你果然有问题。有问题你大爷呀！没问题你也会给我扣帽子，装什么大头蒜？温竹清狠狠的一盾牌砸下来，宋晨被砸出去老远，却丝毫不在意，反而更加的兴奋。你敢杀我吗？
温竹清蹙眉，这些个阉人真是烦人，杀也杀不掉，真是麻烦。我自有法子让你听话。温竹清刚想收取他的神识，一道罡风打来，迅速退后，差一点就被打中了。宋晨的面前多了一个年轻人，站的也跟没骨头似的，横在两个人中间，还不断的吃着花生。你是这老烟贼请来的救兵吗？于承风有一些无语，这话听着就很是不舒服，可是也没问题，他的确是过来救宋晨的。你对凡人下手有违天和，本真人是替天行道。哼，替天行道啊？你的道是自私的道，还是助纣为虐的道？你我都是修行中人，明人不说暗话，这老烟贼一身的罪孽，你看不到吗？就凭他刚才杀害2个无辜的村民，我杀了他才是替天行道。你要是想替他出头，那就来吧，别找什么借口。当婊子还想立牌坊的吗？于承风被他对的气势减弱，他是不知道宋晨杀了人的。你真的杀人了？哼，那2人该杀。小小的村子竟然有巡逻守卫，他们这是造反。于承风又看向了温竹清，两边各执一词啊。你怎么说？跟他废什么话呀？有他这种人隐藏在村子里，肯定是居心叵测，全村都不干净，抓回去挨个审问，不信他们不老实。哼，老烟贼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说造反就造反的吗？我们村被山贼袭击过，自然要严加防守，保护自己的妻儿老小，守护自己的家园，这也有错吗？你说他们造反，他们可有拿着兵刃，可有乱杀无辜？造反的证据呢？什么时候朝廷定罪，全凭一张嘴了？还是一个老阉奴的嘴？咱们这位皇上可真是英明呢。温竹清一口一个阉贼，把宋晨给气坏了。于承风也知道阉人的性子，肯定是他的错，可是中军之事与君分忧，就得帮他。此事我会调查清楚，给你一个交代。不过姑娘这脾气也太冲了，还是改一改，别惹了不该惹的人，你担待不起。我是个散修，不拜门派，不依附权贵，就是想随心所欲，做我自己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我好好在村子里修炼，不招谁惹谁的，还降妖除魔，驱鬼做善事，维护天下太平。我不求你们知道我的付出，可是也别想欺负我。这老贼竟然都欺负到我家门口了，我还忍着？你看我像是乌龟王八的吗？我被修行中人寻觅长生大道，为的就是活得逍遥自在，与天争命。这点小麻烦我都畏首畏尾，干脆回家奶孩子算了，修什么道啊？于承风被他说的是哑口无言，也奇了怪了。他很少出门，都不知道现在的散修这么硬气了吗？温竹清不屑地看着他，从你帮着老烟贼祸害人，你的道心就有了裂痕。等你突破的时候，心魔缠身，你能问心无愧吗？于承风变了脸色，你休想坏我道心！哼，你道心要是稳固，是我能坏得了的吗？你道心要是有了裂痕，那就及早解决。我只是好心提醒你，别好心当成驴肝肺了。于承风脸色难看，怎么解决啊？杀了宋晨吗？那回去可没法交代啊！别跟他废话了，牙尖嘴利的死丫头片子，把他拿下，出了事儿咱家担待着，跟你没关系。你个老阉奴，祖宗不容的东西，这辈子作恶多端，你就不怕生生世世做太监的吗？宋晨也是个狠人，他既然敢作恶，就不怕什么来生。咱家这一世都活不好，哪儿还顾得上来生啊？小蹄子，你跟咱家说这个没用的。哦，知道的，我也没指望你有良心，能做个人的。不搭理宋晨，他已经是无关紧要了。他只问于承风：“你要为他出头吗？要跟我动手吗？”于大人，别忘了你的职责，你可不是救咱家，是为了朝廷办差的。想想陈妃娘娘。于承风无奈，他享受了朝廷的供奉，就得帮皇家做事，抽出长剑说道：“不管你说什么，今日这个人是我罩着的，除非你打败我，否则你休想碰他一根头发。”
温竹清诧异地看了宋晨一眼，哼，他也没头发呀。于承风都无语了，这是重点吗？这就是一句狠话，一个比喻好不好？接招吧。温竹清也认真起来。于承风比他的修为高出了一个大境界，虽说不会与天线一般的毫无还手之力，那也很吃力。好在他的2样兵器都是好东西，坚不可摧，注入灵力更加的灵活，如臂使指，愣是在金丹期手下过了10几个来回。于承风是越打越心惊，他真的是散修吗？这装备，这功法，这丰富的经验，比那些大门派培养出来的亲传都要厉害。什么是亲传？越级挑战是基操，甚至可以挑战比自己高一个境界的对手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以弱胜强，天赋好的让人绝望。宋晨还怕于承风放水呢，却没有想到于承风竟然也不是对手。这穷山沟里面竟然出现这样的一个女人，这次真的是要栽了吗？道友报上名来。于承风终于认真了，知道了名字是对对手的尊重。胆修温竹清。文道友小心了。温竹清知道他要认真了，自己也是全神戒备，这是他穿越过来真正靠实力打的一场仗了。孩子们躲在墙头上看得津津有味，他们只看热闹，反正阿娘也没败呀，肯定是能打得过坏人的。哇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有阿娘的本事啊？好厉害啊！就你上厕所都蹲1刻钟，净想着偷懒，下辈子吧你！阿娘这是越级挑战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那个男的比阿娘高出了一个境界呢，阿娘打得很是辛苦。什么？那男的这么不要脸的吗？打女人也就算了，竟然还以大欺小，太不要脸了，简直丢了全天下男人的脸。小山的声音有点大了，于承风不可避免的就听见了，脸有点红，好像是有点不要脸。更难受的是，他越级都打不过人家，这就很丢人了。温竹清知道孩子们看着打的就更加的起劲了，还用了潇洒飘逸的身法，看着就好像跳舞一样，看得孩子们嗷嗷直叫。有这样的阿娘是他们的骄傲啊！宋晨看得心烦，什么晴天见天才，一个村姑都收拾不了，空有其名。他看到了墙头上的孩子们，突然就掀起袖子，胳膊上装着一把弩弓，迅速扣动扳机，弩箭就冲着孩子们射了过去。温竹清眼中的杀意一闪，好狠毒的老烟贼呀！不过他并没有分心，而是下手更狠，每一招都拼尽全力，打得于承风是连连后退，心惊肉跳。因此他都没看到宋晨的偷袭，自顾不暇。孩子们也是吓了一跳，都愣住了，不知道躲了。别怕，伤不到咱们。果然弩箭被阵法给挡住了，孩子们毫发无伤。嘿，阿娘最厉害，阿娘无敌，阿娘打死那个光头怪。光头怪不讲武德，他偷袭，他还想杀孩子，太不要脸了。这2个人真是不要脸。于承风心中一惊，宋晨，你怎么偷袭啊？对孩子下手，你不要脸，老子还要脸呢。要脸能有命重要吗？宋晨坏得理直气壮，冲上去就要破坏阵法，抓住孩子们当人质，吓得孩子们连连尖叫，却发现阵法比他们想象的更加的坚固。老太监使出了浑身解数，愣是攻不破。进不来呀，气死你！光头老妖怪，偷袭不讲武德，不要脸！放个屁给你吃！嘿嘿嘿嘿。宋晨那个气呀，竟然被几个孩子这么的挑衅羞辱，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小崽子们，让你们得意，嫩生生的小崽子肉最好吃了。待会儿咱这一块块割下你们的肉当下酒菜，区区阵法能奈何咱家吗？宋晨真的是被气急了，取出了一张符纸拍在了阵法上。退下！子儿及时护住他们，慌忙的跳下了墙头。一声巨响，空气之中掀起了层层涟漪。他用的是爆破符，还是高人绘制的爆破符，威力极大，最少有金丹期的能量。温竹清的阵法没能挡住。宋晨，你住手！哼，于真人，亏你吹得自己多厉害，一个村姑几个小崽子奈何不得呀？传出去咱们还要脸吗？阵法已破，宋晨不管于承风，自己冲进去大开杀戒，只是还没进门呢，就被人给挡住了，一脚给踹飞了10多米。什么人？
是梁正远及时的赶回来了。杀我妻儿，不共戴天，受死吧！宋晨都没看清楚梁正远的脸，就被他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击给打得都快要窒息了。于成风不能见死不救，也使出了看家本领，把宋晨拖到了自己的身后。够了，两位非要不死不休吗？是你们欺人太甚，欺负孤儿寡母，还有脸说我不死不休？脸呢？今日这事是个误会，我们是朝廷的人，民不与官斗，大家就此言和。我代表钦天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。杀了你们，大不了浪迹天涯，老子不受你们这个鸟气。阿青，你有把握吗？一人一个。好。夫妻俩第一次携手作战，都是一样的战意十足，冷酷霸气。于成风都惊呆了，一个温竹清就已经很是棘手，他男人该有多厉害啊！温竹清一直想着凭本事与他打，并没有借用外物，这老烟贼竟然使用了爆破符，触动了他的逆鳞。